升龙大典即将举行，全城封锁，若无特别通行证，禁止出行，违令者上。盛世皇城，1000亿楼王，彻底竣工。警长，这个礼物我为你准备了整整3年。今日登基之时，整个盛世皇城就是我送你的第一份聘礼。楚风这风势吹得好像自己是皇城的老板。像咱们这样的农民工，这一辈子都不一定买得起这里的一块砖呢。兄弟们，今儿高兴，工资翻倍。楚风啊，都是做梦，不如给兄弟们多发点吧。我看最起码得3倍吧，10倍，100倍。好，兄弟们高兴就好。警长，10年前的救命之恩，3年前的婚约之情，我屈辱一生，权贵天下。来人，发钱！我拿着这些钱回老家盖房子，想拿多少拿多少。参见龙殿殿主。起来吧。升龙大典，举国盛世。此次主上隐忍3年，登基龙殿殿主，成为海内盛事。主上，据报有龙殿叛将潜伏天海，妄称逆龙殿。听闻今日勾结境外大宗师，已经潜入南省。逆龙殿作恶多端，杀尔越货。此升龙大典蠢蠢欲动，凤羽大人已在暗中戒备。我蛰伏3年，就是怕把他们给吓跑了。今日这些阴沟里的老鼠，终于憋不住出来了。竟然是天人镜！主上神威，从此与内再无敌手。今天主上登基，大喜之日，特请主上更衣。什么人？啊，是苏家的车，应该是清晨过来见证我给他的聘礼。萧凌，萧凌。楚风，你这么大个人了，幼稚不幼稚？苏总还给你的100万，你全花在这种场面上了，你真是活该被甩。侮辱主上！住手！还主上？楚风，你请的演员倒是挺敬业，你以为你是龙殿殿主啊？萧凌，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意思？离婚协议？苏京城竟然要跟我离婚？还行，脑子虽然糊涂，眼睛还不瞎。真的是他本人的意思？他人在哪儿？苏总自然在他该在的地方。楚风，今天是升龙大典，举国欢庆，请的都是达官贵人，而苏总作为天海市第1女总，自然也在宴请名单上。升龙大典的请帖，都是我让人送给他的。哼，笑话！楚风，你一个农民工也配提升龙大典？你赶紧把这字签了，苏氏集团后续自然会补偿你。要离婚，让他亲自来跟我说。楚风，你用你的农民工脑子好好想一想，苏总现在在升龙大典上见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哪有空见你这个农民工啊？赶紧签字，我好拿回去交差。哼，打不通吧？我告诉你，苏总早就把电话号码换了。至于今晚的龙门盛典，我也有幸和总裁一起参与，见证龙殿殿主登基。至于你，给我闭嘴！苏京城，这个电话你总该接了吧？苏京城，你给我出来！姐夫，清雪，怎么是你？姐姐的手机在我这儿。萧凌说的没错，我姐今天要在帝豪酒店和龙少订婚。龙少？龙少？什么龙少？找死啊！姐夫，龙少是天海市第1财团天海商会的继承人，天海商会背景深厚，手眼通天，普通人根本得罪不起。楚风，你吃了我们苏家整整3年的软饭，还没吃够。人家龙少可是人中龙凤，他助苏总成了天海市的商界魁首，更是帮我们拿到了四海集团的100亿注资。什么？四海集团的100亿注资，是
是我亲自安排送到你们苏家的，跟那狗屁龙少有什么关系？楚风，你是不是疯了？你真得撒泡尿照一照。先是升龙大典，然后又是四海集团，你以为你是龙殿殿主啊？二小姐，我看这个楚风啊，今天脑子不太正常，我先走了。苏总交代你的事儿，你可别忘了。小玲，告诉苏清城，我会亲自找他说清楚。楚风，今天是升龙大典，全城封锁。像你这种底层的农民工，没有这张通行证，在这乖乖的等结果吧。北车，帝豪酒店。姐夫，你不会忘了还有个小姨子在这等你吧？这件事是我跟你姐姐之间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你好好在这待着。谁说跟我没有关系了？姐夫，对不起，本来我姐说要给你赔偿1000万的，但是被我拦下来了。你不会怪我吧？1000万，在我这里如同废纸。这盛世皇城，你看到了吧？这盛世皇城是大夏第1楼王，市值1000亿，据说他背后的老板背景深不可测，就算是世家豪门，想要买一套都要排队。姐夫，你不会说这楼是你的吧？我在这里亲手建楼3年，原本想着建成之日，将这整个盛世皇城当做给你姐姐的彩礼。姐夫，你不要生气，你跟我姐离婚了，要不你看看，考虑一下我这个小姨子怎么样？什么意思？论财力，虽然我的纵横集团不如我姐，但是好歹也是市值过亿的。论相貌，我跟我姐不相上下。论身材，我比我姐好。你觉得我值不值得赔偿你的1000万？什么1000万？你小孩子别胡闹！哎呀，你不懂，我这叫恋爱脑。姐夫，我第一眼见你我就喜欢你了，但是谁叫你是我姐夫呢？这次趁着你跟我姐离婚，我跟他说好了，让他把我作为苏家的赔偿赔给你。把你作为赔偿？这种条件苏清城居然开得出来？他当然不同意了，但是我跟他说我能说服你跟他离婚，他就答应让我来了。姐夫，这么久以来，你觉得我这个小姨子怎么样？苏清城，我跟你结婚3年，为了离婚，你连这种离谱的条件都开得出，太让我失望了。主上，该上车了。好了，小孩子回家吧。我哪儿小了？姐夫，你别丢下我。姐夫，你真的要去帝豪酒店参加升龙大典？当然要去。今日升龙大典，全城处处封锁，哪怕我是纵横集团的总裁，也搞不到一张通行证的。哎呦，姐夫，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快让人停下来。放心吧，有我在，保你无恙。哎，姐夫呀，这龙殿殿主是何等人物？他可是功高盖主的。这龙殿殿主今日举行升龙大典，就是为了登基的。哪怕是南省的地下王者叶无道镇守萧云天，也是不敢得罪他。哼，这升龙大典也只不过是区区虚名而已。原本只为了苏清城，事到如今，已经毫无意义。不行，我还是给姐姐打个电话，让她去求求龙少，亲自面见龙殿殿主，饶我们一条性命。哎，你先看看外面。他们，姐夫，你到底是何等人物？想知道？那我告诉你，我就是龙殿殿主。那我告诉你，我就是龙殿殿主。你不说就不说，干嘛要骗我？你在我心里就是大英雄。3年前我们苏家有难，谁都不肯伸出援手，只有你肯接纳我们。苏家于我而言是救命恩人。10年前我身受重伤，命在旦夕之际，是你姐姐苏清城救了我一命。如果10年前救你的不是我姐姐，怎么办？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算计，人心叵测。但是只有姐夫你会真心对我们好，我感受得到。
自从你来了之后，我们苏家就开始一飞冲天。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巧合。巧合？这3年我暗中扶持苏家，祝苏京城能够走到天海商界魁首，怎么可能是巧合？唉，算了，再说这些也没有意义。这3年，你姐姐苏京城越来越成功，却与我渐行渐远。姐夫，要是有一天姐姐真的离开你了，你别忘了苏家还有我苏清雪。你就是一个小孩儿。红组已到，准备接驾。好了，到了，你乖乖在车里待着。我也要去。听话。哦。我自己进去，你们不用跟随。主上为何深情肃杀？匹夫一怒，血流5步；主上一怒，血洗天下。传我令，即刻封锁全城。若今日主上正怒，酒店内鸡犬不留。我看苏总真是少年有为呀，这么年轻就用3年的时间把苏氏集团的市值做到了10个亿。和家主过奖，倾城只是比别人更努力而已。哎，我可是听说这苏总要和四海集团合作，这四海集团投资苏氏集团100亿。咱们这苏总啊，马上要成为咱天海市第1女总裁，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说到这儿啊，还是得感谢龙少，就是因为龙少的四海商会为我们倾城牵线搭桥，这不，我们才能跟四海商会搭上这层关系。四海商会的那个总裁叶无道，那可是咱们南省的地下王者呀！啊！他呢，背景是十分的显赫呀，不可揣测呀，而且相当有实力了。集团下的财力、物力，那可是1等1的棒，就连我们平时也很难见到他一下呀。苏总这次能跟他产生合作，以后不可限量。哼。叶总裁权倾南省，而我天海商会在天海市也是首屈一指，双方早有合作。此次叶总裁卖我天海商会一个面子，让四海集团注资苏氏，也算是我送给苏总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嘿嘿，我看龙少也是青年才俊，正好我有一个女儿，和你的年龄啊正好合适。这不行，龙少快跟我们家倾城快订婚了。妈，这件事情等四海集团达成协议后再说。那是我唐突了啊，美女配英雄。不过我听说苏总好像是结婚了吧？我们倾城已经离婚了。已经离婚了？我怎么不知道？结婚证还在我手上呢。结婚证还在我手上呢。楚风，你这个窝囊废是怎么来到我们帝豪酒店的？今天全城封锁，帝豪酒店安保重重，若不是二小姐带着他怎么可能进来？苏清雪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楚风，我本来还想留给你最后的体面，你为什么偏要挑这个场合出现在我面前？今天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为我准备，我为什么不能出现？体面，这个就是你给我的体面。楚风，今天是升龙大典，在场的诸位皆是权贵巨富，不是你工地搬砖的那些民工兄弟，而这里更不是你的工地。倾城，这就是你那个当民工的小可爱老公啊！哼，
恕我直言，你跟这种底层人结婚3年，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他根本就不配。只有我，天海商会未来的继承人，才跟你在同一个层次。我不配，难道你配？天海商会，狗屁不是！楚风，你够了！我想他们的话你也听见了，是没错。3年前你救了我们苏家，给了我100万，但是我已经嫁给你了3年，这已经足够了。你也知道，3年前上京苏家有难，你作为分家，拿着一纸婚约，用以身相许为条件来求我相助，我当场将婚约撕毁，全力渡过难关之后，是不是你自己要嫁？然后你创业不顺事多艰难，希望我在你身后全力支持，是不是你自己要求？现在你苏家风光无限，你回过头来跟我说一刀2断，仁至义尽。苏京城，但我的感情是什么？你想要就要，想丢就丢吗？哼，感情又是感情。苏总，他刚刚在工地上和那帮兄弟们也是张口感情闭口感情，这一年只有穷逼口袋空空才会从嘴里讨感情。其实啊，一个子儿都吐不出。楚风，你这个窝囊废，你跟我们家倾城有感情，我就问你，这3年你可有上过我们倾城的床？我就问你，这3年你可有上过我们倾城的床？妈，3年前成婚之日，是你跟我说苏家艰难，等倾城功成名就之日，才让我正式入苏家的门的。因为你就是个窝囊废，我就随口一说，谁知道你就真的不敢上你自己老婆的床？楚风，啊，不对，好前夫，我真得好好谢谢你，竟然把倾城的第1次留给了我。倾城，赶紧跟这个男人离婚，我们天海商会未来将会是你最大的支持。楚风，事已至此，我跟你说声抱歉。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界近已经不是一路人。这是一张500万的支票，你跟我谈感情是吧？行，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钱拿走，当做我给你的补偿。500万，在我眼里狗屁不是。楚风，你疯了吧？这可是500万，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楚风，你是不是搬砖搬到脑子里了？500万你都看不上，你有多少你才能满意？楚风啊楚风，你这种底层人擦干抹净的嘴脸，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不过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倾城，跟这种男人离婚越快越好。我果然没有看错，像你这种人分不清形势对错，做事情拖泥带水，根本不知道成功者的心态。当然了，你更不能理解站在我的位置，能看到多大的天，多高的世界。小林，你想撕多少，我这里有多少，随便你撕。你跟我谈感情是吧？行，当初你给了我100万，我现在还你1000万，够了吧？你们都搞错了。这次是我要跟你离，苏京城，希望你不要后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看到的天只存在你狭隘的视野里，而你想到的世界被你匮乏的想象限制了上限。签字吧。哼，楚风，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是这么喜欢说大话。苏总，我们不要给这种民工留下一丝幻想，赶紧把字签了。是啊，倾城，好歹我们苏家是堂堂大门大户，家里有个民工，实在是会被人笑话。诸位，升龙大典即将开启，倾城，你离完婚之后，我就让四海集团的叶总裁亲自跟你签约，100亿资金垂手可得。你说什么？四海集团跟苏家的合作，
是我让业务道亲自办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真是不知所谓，莫名其妙，无可救药。楚风是龙店店主。龙店店主，刚刚那来说的是龙店店主。哦，纵横集团总裁苏清雪，原来他是苏氏集团的22姐。他说的这个男人是龙店店主。那个男人啊，是苏氏集团总裁苏清城的老公，给了工地担任车副总裁。苏清雪，你闹够了没有？姐，刚才我被拦在外面，听到他们说龙店店主来了。龙店店主来了？苏清雪呀，苏清雪，我听说你自愿把自己当做你姐夫的离婚赔偿，下嫁给楚风，没想到你为了这个男人连脑子都丢了。倾城，我看你这个妹妹啊，都快把整个屁股贴到她这个姐夫的脸上了，别说是龙店店主了，就是我们天海商会的一只狗都不会无能到在工地上蹲3年。苏清雪，你是想男人想疯了吗？3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一个在工地搬砖的。你说他是龙店店主？妈，我说的是真的。今天天海全城封锁，是姐夫带我进来的。二小姐，你说你好歹也是堂堂纵横集团总裁，这论学识、论阅历都不低，怎么也会被这个找演员说大话的废物给骗了？他不过就是沾了我们苏家的光。楚风，从此以后，我们俩再无瓜葛。好，苏京城，我说过有一天你会后悔，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好了，既然这个字已经签完了，那楚风这个家伙与我们苏氏集团再无关系，也没有资格待在这儿。保安，把这个家伙给我赶出去！你算哪根葱？我今天倒是要看看，谁能有这个能力，把我从这里赶出去。我倒是要看看，谁有这个能力，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各位，稍安勿躁，好戏才刚刚开始。倾城，对付这种底层的民工，你要是不让他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猪的差距都大，他还会继续死皮赖脸的缠着你。我要让你看一看，这个世界不是你这种底层人玩得起的。来人！龙少给苏氏集团苏倾城小姐聘礼，欧洲定制豪华游艇1套，金条100根，意大利全手工定制黄金迎宾车1辆。好大的手笔啊！这些东西加起来恐怕过亿了吧？这些东西啊，就算是有钱也得排队，能够同时出手，简直是手眼通天。天海商会不愧是天海市第1大财团啊！哈哈哈哈哈！堂堂天海商会的龙家大少，就这点礼物，你也好意思拿得出手？楚风，龙少送的这些礼物，你打1000年的工都赚不回来。当然不止这些，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什么是天，什么是想象力的极致。来人！这个就是盛世皇城的住宅1套，这个就是盛世皇城的住宅1套。盛世皇城，这就是大厦第1楼盘盛世皇城。没错，这就是大厦的第1楼王盛世皇城，价值远超1000亿，其中的任何1套楼面价不止10亿。盛世皇城住宅1套，价值10亿以上。龙少，你这个出手可真够大方的。那是自然，
盛世皇城作为大厦的第一楼，能够买下其中的任何一套，代表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是你这种底层人能够想象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楚风，你就是在盛世皇城搬了3年的砖吧？怪不得辛辛苦苦搬了3年的砖，盖好了，到头来却连一块砖上的灰尘都买不起。哈！可是据我所知，这盛世皇城并没有正式开售，只是开放预定，你也只不过是下了定金。那又怎样？想要在盛世皇城买房的权贵近千万，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付定金的权利，而我天海龙家就是其中一位。哦，那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这套盛世皇城的10亿住宅，你根本就还没买下。楚风，你还有没有一丝丝脸面？龙少给倾城送下了这套盛世皇城作为聘礼，已经比你好上1000倍和万倍了。好，不过可惜了，今天这姓龙的小子，他自以为傲的这个聘礼送不出去。传我命令，盛世皇城彻底封盘，所有定金一概退回。你听听，这废物还敢说让盛世皇城封盘？楚风，我怀疑你是不是在盛世皇城搬砖搬太久了，把脑子搬坏了，现在居然敢碰盛世皇城的词。姐夫，给我留一套，不过我付不起全款，只能按揭。楚风，你嘘，别着急，等着瞧，让子弹飞远。龙少，刚刚收到消息，盛世皇城全部封盘了，我们下的定金已经被退回来了。这什么？姐，我就说了吧，楚风他不是普通人啊！你闭嘴！楚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姓龙的聘礼送不出去，这种垃圾根本不配立于当场。姐夫好棒！哈哈哈哈！我还当是什么大事呢？值得让这个废物在这儿洋洋得意啊！盛世皇城的住宅价值连城，想要购买的人不计其数，比拼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权力和地位。定金被退回来的情况偶有发生。楚风，你之前是在盛世皇城搬砖是吧？对。楚风之前在盛世皇城搬了3年的砖，那他知道点内幕也情有可原。我看这小子肯定早就知道这规矩，这一次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我还说他怎么那么大个脑，原来都是装的。让盛世皇城封盘，只怕封的是自己脑子里的盘吧。楚风，我对你简直太失望，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再这样下去只会自取其辱，你还是给你自己留点尊严，这样对我们彼此都好。龙少，你的心意我领了，只要能给我一套盛世皇城，这婚我嫁了。很好，很棒。事到如今，你们俩这故事我是越来越期待听下去了。苏倾城，这姓龙的小子张口吹牛送你一个盛世皇城的房子，你就要嫁了。继续。苏倾城，价值1000亿的整个盛世皇城你不要，就为了其中一套房子，就把自己给卖了。倾城，不用着急，之前购买盛世皇城动用的是我天海商会商业的关系，而我们家老爷子还认识龙殿大人物这层关系，不过这层关系不到紧要关头不会轻易动用。我现在就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动用龙殿大人物的关系。喂，父亲，是这样，倾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父亲提前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和龙殿的大人物取得了联系，盛世皇城的购房合同一会儿就会送来。我倒是要看看，没有我的亲自允许，这盛世皇城谁能碰得了？楚风，你够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嘴硬？天海商会送来盛世皇庭楼盘1套。下去吧。倾城，不负众望，盛世皇城终于替你拿到手了。这龙少不愧是龙少啊，以后
我这赵氏家族在这天海还等仰仗龙少多多照拂。对呀，龙少，看，仪表堂堂，年轻有为，这以后是不可限量啊！龙少啊，我吴氏集团以后还多亏点您提携呢哈！既然龙少和苏总已是良配，那我女儿的事儿啊也就不必再提了。虽然我们做不了儿女亲家，但龙少，你仪表堂堂，我们可以一爷金兰呢。是的，这是上杆子往上送啊！盛世皇城不仅象征了财力，更是权势的象征。南省权贵除了镇守，其他人就算付了定金，也不一定买得下来呢。楚风，你看到了吧？你在盛世皇城打了3年工，一无所有，而龙少只要一个电话就能买下那里的一套房。我们早就不在一个层次了。确实，我们不在同一个层次。清雪，帮我一个忙，看看这龙大少的合同上，他买的楼盘是不是叫做盛世皇城？小姨子，帮你这个钱姐夫看仔细一点，好让他死心。切，这个，盛世皇庭怎么样？你听到了吗？死心了吧？错了，这是盛世皇庭，不是盛世皇城。什么？这为什么写的是盛世皇庭，不是盛世皇城啊？这是不是错了？龙少，这是不是错了？精彩啊，精彩！盛世皇城、盛世皇庭，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哎，我记得龙少，这个盛世皇庭好像是那个为了蹭热度来建的违建房，随时可能被镇守府收回的吧？楚风，你够了，你不要幸灾乐祸，不就是觉得1000万不够吗？龙少，这些聘礼是给我的。当然。楚风，这些聘礼我转送给你，价值1个亿，不够了吧？请你立刻消失。请我消失？苏清城，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今天这升龙大典的主角不是你，也不是这龙大少，我站在这儿，当然有站在这的理由。不过你要说把这些东西送给你，龙应天、苏清城，你俩是找死！苏清城、龙应天，你俩是找死！废物！这是倾城的聘礼，是我苏家的钱，他好意思给你，你好意思拿吗？楚风，你这也太……闭嘴！他可以闭嘴，我呢？你在这里苦苦纠缠，死缠烂打，我好心好意，你是不是真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欠你？姐，楚风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人，你是眼睛瞎了吗？这样一个社会的臭虫，就你把他当宝，天天护在手里面。楚风，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吧？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嫁给了你。倾城，别生气了。对于这种出生于社会底层的渣子来说，突然之间看到跟我永远都追不上的距离，一时之间心理失衡了。我能理解。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哼，楚风还真是让人贻笑大方啊。我刚才说了，你突然之间看到社会的真实面目，心理失衡了是吧？但是你洒落一地的黄金，是想让我们看什么呢？让你看看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下毒！这里有毒！夫人，保安，保安！大家不必惊慌，这是化学烟雾，是谁在升龙大典闹事？是他，就是他，是他把黄金推翻的，就是他。楚风，你简直太可怕！本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婚，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你不但不感恩，还想害死我们。可惜啊，废物终究是废物，还想害人。有这个心，却没这个脑子。到底是谁没有脑子？这些黄金道具不是我拿来的吗？到底是谁想害人？哼，楚风，
在座的无一不是南省权贵，都是高高在上的人，只有你卑微如蚂蚁，在这纠缠不清。这种事情除了你，还有谁能做得出来？穷长奸计，富长良心。对于这种越穷的人，骨子里越坏，还得靠我们这些有钱人来包容这只小可爱。保安，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这只小可爱给扔出去！等等，我是纵横集团的总裁苏清雪，你们不能无缘无故抓人。苏小姐，你是苏家人，今天升龙大典的邀请名单里只有苏氏集团，纵横集团不在此内。姐，你救救姐夫啊！苏清雪，你对自己的姐夫心存妄想，恬不知耻，我还没找你算账。你仔细看看，这就是你选择的男人，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苏家早就跟他恩断义绝了。好一个恩断义绝！苏清城，你高高在上，自诩南省权贵与我划分界限，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能站在这里今天，凭的是什么？凭我苏清城一个人。我苏清城把苏氏集团从默默无闻带到价值10亿，都是因为我自己。今天还要跟四海集团达成100亿协议，跻身南省顶流。你的努力很好，苏清城。那我告诉你，今天我要把我给你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拿回来，让你看看你的努力一文不值。夫人，快起来，快起来！好你个楚风，竟敢陷害我们家清晨，我打死你！夫人，之前叫你生妈，不代表着可以随意的侮辱，更不代表着可以随意的在我面前动手。好，好，清晨，这养不熟的白眼狼，他竟然敢打我！好你个楚风，这个时候你还敢动手？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殷殷小人如犬狂吠。哦，世界终于清静了。姐夫，你闯祸了，你快走。是。楚风，我本来还对你抱有一丝幻想，现在你这种外强中干的嘴脸，真让我恶心。要是没有我的努力，没有苏氏集团和苏家女婿的身份，你想来这升龙殿见我的资格都没有。这升龙大典，我楚风想来随时都可以来。倒是你现在有资格站在这，不是苏家给你的，是我给苏家的。清城，别跟这个小可爱废话。保安，此人扰乱盛典，还不赶紧给他拖走，押到镇守府，立即执行死刑。押到镇守府，立即执行死刑。保安，这个人破坏升龙大典，赶紧把他抓起来，抓到镇守府。是啊，他破坏盛典，违反法律，罪不容诛。苏总，你这一次可千万不能再护着他了啊！楚风，这一切都是你活该。我们俩已经离婚了，就算想让我帮你，也没有理由。楚风也是无心的，姐夫，现在道歉还来得及。来不及了，今日升龙大典，我等都受龙殿殿主的邀请，都是龙殿殿主的座上宾，而此人对我等一再折辱，刚才还想放毒毒死我等。此人如果不诛杀，龙殿威严何在？将士们在边关浴血奋战，舍生忘死，而你们这些人颠倒黑白，造谣生事，妄自尊大，龙殿尊严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楚风啊，楚风，你刚才的这些话得罪了所有南省的权贵，天海商会一定不会放过你。我提醒过你了，龙应天，我在场的时候，你给我闭嘴！楚风，你狂妄自大，不分尊卑，处在底层也不安分守己。我天海何家已经看破，苏总，你这个前夫可该死啊！我南省赵家赵氏集团持续100年，高高在上，你今日之花入我赵家，该死！楚风，我吴氏集团在天海也是赫赫有名的豪门吧？岂能让你这个社会底层的垃圾对我们这么侮辱？你必须死！升龙大典，大夏盛世，原本值得庆贺，可惜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我宣布，升龙大典取消。升龙大典取消。区一个底层，竟然在南省权贵面前大言不惭！来人呐！来人呐！把这个无心无脑无知的垃圾疯子给我拉下去！升龙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龙殿大人要是知道了，咱们南省不得危机呀！楚风，你这个疯子，凭一己之力得罪了所有南省的权贵，今日你必死无疑，没人救得了你。保安，等等，这个事情中间肯定有误会。今日全城封锁，是楚风带我进来的。如果不是他，我怎么可能进得来？这个贱人跟你那个妈一样，都这个时候了，还护着这个野男人。二小姐呀，二小姐，今天在场诸位，哪个不是权贵巨富？哪个不比这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强？你怎么偏偏就看上了这个人呢？姐，你就真的忍心看着楚风被拖走，没有活路吗？闭嘴！这个废物现在跟我们苏家没有任何关系。这场闹剧真的应该结束了。楚风，你真的知道自己在什么地位，该说什么样的话吗？龙少，升龙大典毕竟是大夏盛世，若是这场闹剧宣扬出去，龙殿大人物震怒，不是在场诸位可以承受的。对楚风的惩罚，还请尽量低调。楚风啊楚风，这个时候你看一看，你还是要靠女人来救你。男人啊，要是没有能力就不要结婚，以免拖累女人。龙少见笑了，楚风，你不要误会，我只是不想在这升龙大典，我苏氏集团迈向商业魁首之日扫兴，层次决定地位，看到了吧？我的一句话就能让你起死回生。都是自己人而已，也好，让这个小可爱给在场的每一个人跪下，磕1万个响头，磕不完不要紧，可以分期付款，不过要一直磕到你死为止。不打鼾不打懒，专打你这种不长眼。我刚说什么来着？让你给我闭嘴，不然我打死楚风，你今日必死无疑。四海集团总裁叶无道到场。四海集团总裁叶无道到场。叶无道，楚风啊，叶无道可是南省地下王者，大夏龙殿的红人。要是让他知道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任谁求情你都跑不了，你就乖乖等着在这里受死吧。糟了糟了，是叶无道，姐夫，趁着现在赶紧跑吧。这个是从小被我妈打惯了，那天天的巴掌不是白挨的。刚才我趁机会啊，从我妈身上顺手拿下通行证。你拿着这个卡，这个卡是我别墅的房卡，快走快走。小清雪总算长大了，但是偷东西不好。不小，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拿着这个卡去我家卧室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卡，密码是6个0，这是我全部的身家，拿到之后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那你怎么办？当然是跟你私奔了，姐夫，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给你了，你不会不要我吧？好意，心领了。苏总，恭喜，是四海集团的业务道。今天要是能与四海集团签下100亿注资，那我们苏氏真的一飞冲天了。这多亏龙少，结识龙少是我们家京城最大的福气，这还得靠龙少多提点提点。京城盛世皇城虽然出了一点差错，但是今天跟四海集团的签约保证万无一失。叶总裁，你总算来了，我家苏倾城等了你很久了。你家苏倾城？啊？您是楚风？您是楚风？叶总裁怎么会知道楚风啊？楚风是苏总的前夫，就是一个工地搬砖的臭民工而已。我知道了，叶总一定是对楚风不满，这个工地搬砖的小可爱拉低了整个合作的档次。幸好我早有准备。我就知道
这个楚风不仅是个窝囊废，更是个扫把星。幸亏我们倾城跟他离了婚了，不然的话被他拖累死。这人和人之间呀，就得讲究个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的，终究会被人看笑话。对，如果这次叶总裁能与我们苏氏签下100亿合同，那我们苏氏就一飞冲天了。你们是？叶总您好，我是苏氏集团苏倾城，这些都是我们苏氏集团的人。感谢叶总四海集团给我这次机会，注资100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只要给我3年，我一定给您10倍利润。我刚刚听说你和楚风离婚了啊，叶总裁不用担心，苏总已经和楚风离婚了，而我即将与苏总结婚。苏氏集团有了我天海商会龙家的大力支持，日后一定会一飞冲天的。既然苏总已经离婚了，那这份合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叶总，您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定是搞错了，龙少，这个四海集团的合约不是你们龙家牵头的吗？叶总，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父亲是天海商会的会长，现任龙家的家主龙凌云啊。什么天海商会？龙家家主的？龙什么？龙凌云。我听都没听说过。请问楚先生何在啊？在这儿。楚先生，南省叶无道拜见楚先生，请恕在下来迟。请恕在下来迟。无妨，起来吧。天哪，这个人就是南省地下王者，赫赫有名的四海集团总裁叶无道。这位是？她是我的未婚妻，苏清雪。苏清雪，纵横集团苏总。久仰久仰，在下四海集团叶无道。叶总裁，久闻大名。从今日起，我四海集团旗下上百家上市公司，10000亿资产，任凭苏总去世，希望苏总多多合作。四海集团旗下数百家上市公司，资产10000亿，叶无道真不愧是南省地下王者。哎，你说这个处分到底什么来头啊？谁说不是啊？还好我刚刚没有得罪那个楚风和苏清雪，不然得罪了叶无道，身家俱灭。姐夫，我不是在做梦吧？还叫姐夫？我跟你姐都已经离婚了。楚风，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楚风，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解释？苏清城，你现在跟我要解释，你又何曾给过我解释的机会？成婚3年，你要的我都给了，你提的要求我都一一办了，可是就连离婚，你连一个见面说话的机会都没给我，你要我怎么跟你解释？楚风，我们结婚3年了，你偏偏要到我跟你离婚的时候才给我答案。你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姐姐早就说过了，楚风他不是一般人，你偏偏就不信。我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贱种插嘴？苏清城，苏清雪现在是我的未婚妻，请你以后对她说话尊重点，否则别怪我无情。楚风，你不要得意忘形。就算没有四海集团的100亿注资，苏总靠一个人的努力把苏氏集团做大，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楚风，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巴结到叶先生的，但我跟你不一样，你需要依靠别人的实力，而我苏倾城就代表了实力。就算没有四海集团，我照样能把苏氏集团做到砥砺天海商界。你的努力，你的实力，哈哈，很好。苏倾城，我倒很期待你待会儿还能不能这么自信。楚风，我原以为苏清雪说的是真的，你真的不是普通人。现在看来，你就跟你那个公主一样，肮脏卑贱，不管攀上了谁，都是死性不改。放肆！先生是你可以妄自揣度的吗？无妨，我的眼界，我的高度超出你的想象。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也没有必要再跟你过多解释。升龙大典即将举行，请您上座。不必了，我说了，升龙大典取消。取消？升龙大典乃是我大夏之盛典，举国瞩目，是否先和龙殿诸位商议，再提请国主呢？没有那个必要。清雪，
我们走。站住！刚才我还只是有所怀疑，但现在我可以100%的确定，这个叶无道是假的。南省地下王者叶无道全心整个南省，我等早就有所耳闻，但是谁与真正的叶无道打过交道啊？没错，南省叶无道权势滔天，隐藏不透，平时都难得一见，他肯定是假的。对，像南省的权贵啊，我们镇上平时都见不着叶总裁一面啊，见他一面难如登天一样，更别说有什么交情，难以置信。是啊，叶总裁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等平日与四海集团的合作都是与他的属下交接，你一个农民工能让他俯首，难以置信。我天海商会在整个天海市也是鼎鼎大名，我父亲龙凌云对叶无道也只是匆匆见过一面而已。而这个社会底层的渣子，他怎么可能有机会见到权倾南省的叶无道？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他找来的演员。对呀，楚风之前在工地上就找的演，那这个叶无道肯定也是他找演员假扮的。不管，他一定是假的，把他们抓起来。今日升龙大典，全城封锁，处处设防。如果叶总裁是假的，他怎么可能进得来？哎，我通行证呢？这是我通行证。楚风，不对，苏清雪，这是你拿了送给楚风的吧？各位看到了吧？原来苏家有内奸呀！看来他给楚风和这个演员搞到一张通行证，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么看来，这个人就一定是演员了。姐，你之前说过100亿注资是叶总裁亲自决定的，就算你没有见过他，声音总能听得出来吧？叶总裁的确说过亲自注资100亿，可是联络的人……苏总，叶总裁日理万机，四海集团那么大，叱咤商界，他肯定没有时间打电话，所以一般都是执行总裁赵总来办。楚风啊，楚风，没想到你处心积虑，竟然百密一疏，搞得我们这些人差点就被你给骗了。放肆！你竟敢质疑我和楚先生的身份？楚先生，您看这件事儿如何处理？怎么处理？长嘴巴。好。哎，别打女人。好的。进来。四海集团南省 CEO 赵总到，副总裁吴总到，副总裁刘总到。四海集团，赵总、吴总、程总、刘总，没想到竟然齐聚一堂。赵总，您怎么在这儿？参见叶总裁。不，先拜见楚先生。拜见楚先生。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对，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赵总，难道他真的是叶无道吗？无能之辈，叶先生的名字也是你随便叫的，不想活了。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啊！他就是一个农民工，他怎么可能认识权倾天下的叶总裁？叶总裁怎么可能还对他俯首帖耳的？抱歉，楚先生，在下逾越了，继续打。这第2巴掌楚先生省略，而第1巴掌是我替楚先生转送给你的。叶总，四海集团对苏氏集团的100亿注资是楚风让你取消的。什么苏氏集团？我四海集团从此以后与你们有任何合作不可能。你们几个，楚先生下令，掌嘴！疯了！你们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底层搬砖的民工，不惜得罪整个南省权贵。就算你权倾南省，将来也必定无法立足。全省权贵与楚先生相比，就如同米竹之影，叫嚣皓月光辉。楚先生，可否满意？算了，奋臂螳螂，不可自知，愚昧之极。到此为止了。有人惹怒龙殿殿主，以下犯上，罪不可恕，其罪当诛。是南省镇守萧云天，叶无道是南省地下王者，萧云天是南省地上皇帝，都是南省手眼通天的人物，也不知道谁强谁弱呢。这还用问？萧镇守是真正掌控南省1省的军政大权，叶无道是地下王者，遇上了萧镇守，也只能灰溜溜的逃走。有人惹得龙殿殿主震怒，其罪当诛。我南省镇守府奉命捉拿，明正典刑。萧镇守，
在下天海商会龙应天，家父有幸跟您见过几次面。今日有苏家气绪楚风咆哮全场，辱骂我南省权贵，而且要扬言取消升龙大典。此神不诛杀，难以消民愤呐。苏家是苏氏集团的苏倾城。萧镇守，这楚风跟我们苏家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女儿清晨已经跟他离婚了，恩断义绝。是啊，萧镇守，这离婚证书都还在。这个楚风扬言要取消升龙大典，破坏龙殿，我们都是受害者。是啊，萧镇守若是不信，此次升龙大典，南省权贵皆在这里，皆可指天发誓。我吴家指天发誓，确有此事啊！我何家指天发誓，确有此事。我赵家指天发誓，确有此事啊！我柳家也是，我田家附议。哪个是楚风？萧镇守，苏家气绪，这个贱人就是他！触犯龙殿殿主，杀无赦！杀无赦！来人，清场！清晨，别看了，他活该。清雪，你在外面等我。我不走。虽然说你和叶总裁交情匪浅，但是惹怒龙殿店主绝非小事儿。我要留下来陪你。放心，我没事儿，相信我。苏小姐，请放心，楚先生定会平安无事。真的吗？你不会骗我？你要是再不走呢，那你叫回我姐夫吧，我们俩婚约取消。不行，我可以走。反正你要是有任何问题，我拼了性命也会救你。要是真出事儿了，我就跟你一起共赴黄泉。好了，来人，送苏小姐离开。是。哎，小孩胡乱说话。此女子情真意切啊！听说你是有福之人呐。之前我对他并没有男女之情，我蛰伏这3年，南省一域乌烟瘴气，我倒是真想会会这位传说中的南省镇守萧云天。你就是扰乱升龙大典苏家气绪楚风，放肆！敢在楚先生面前如此无礼，笑话！我萧云天，乃是南省镇守，掌管南省军政两界。叶无道，别以为你是四海集团的总裁，南省的地下皇帝，你就是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萧云天，无双，萧云天，你这次来做对了一件事，做错了一件事，你可知道？你可会戏谑之人啊！到临头，我倒是想听听你是怎么自贬。你做对的事，你将无关人员全部请到外面，给你自己留了一个体面；而你做错的，你身为南省镇守，却以下犯上。萧云天，你可知罪？糟了糟了，楚风这个窝囊废狂妄自大，破坏了升龙大典，这下南省的镇守亲自来镇。这次我们苏家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大劫。幸亏咱们苏总英明果断，与楚风那个家伙恩断义绝，早早和他离了婚，要不然的话，真的把我们苏氏集团害惨了。大家不用担心，我天海商会在南省萧镇守面前还算有几分薄面，我龙家定然全力保苏氏集团的安全。还得多亏了龙少，不像楚风，只会给我们苏家惹。可是叶无道对楚风尊崇备至，楚风是不是在隐瞒什么？苏清雪说他不是普通人。什么不是普通人呢？倾城，你不要和那个苏清雪一样不谙世事，被他们给骗了。龙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哼，这个世界不能带来利益的人没有任何的价值。他楚风就是一个工地上的民工，社会最底层的小可爱。这么一个没脑子的小可爱有什么价值啊？可是叶无道为什么会选择对他亲近？我知道了，因为苏总，因为我。没错，楚风从头到脚所有的身份，大家仔细想一想，什么最有价值？
就是苏氏集团苏总女婿这个身份，叶无道一定就是盯准了这一点，才对他加以拉拢。是呀，我们苏氏集团在苏总的带领下，短短3年做到市值10亿。叶无道那个地下王者心狠手辣，他一定是想通过拉拢楚风来掌控苏氏集团。原来如此，我说呢，这窝囊废没有本事就算，居然还勾结外人坏人，谋夺我苏家家产。幸亏龙少让我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那种臭民工死在升龙大典，都算他三生有幸，祖坟冒了青烟了。倾城，楚风此次干扰升龙大典，即将被萧云天、萧镇守诛杀，你也已经与他离婚了。我看要不就今日完婚吧。我看要不我们就今日完婚吧。太好了，龙少，倾城现在心思纷乱，还需整理。完婚之事，请龙少再给我点时间。倾城，像龙少这么好的女婿，在我们青海市不，整个南省应该是豪门多少人想嫁给他，你就不要再拒绝了。莫非你还在想着那个窝囊废不成？不是嘛，我和楚风已经恩断义绝，再无联系。只是现在四海集团撤走100亿注资，我需要立刻着手解决。什么问题？唉，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四海集团的叶无道虽说权倾南省，身价10000亿，但此次萧云天、萧镇守亲自出马，他受楚风连累，我看也是自身难保。要是没有四海集团，我天海商会在南省从此再无敌手。感谢龙少，那么我就。求求你们救救楚风吧！苏清雪，楚风害我们苏家害得还不够吗？要不是你姐姐跟他离婚，我们全家都被他害死了。是啊，二小姐，您虽然不是我们夫人亲生的，但毕竟也是苏总的姐妹，有必要为了一个工地搬砖的民工搭上整个苏氏集团吗？苏清雪，我和楚风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这次出事纯属他咎由自取。我劝你，别死了这条心，赶紧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夫嫁了。姐，我的作风集团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但是好歹市值也是过亿的。只要你们愿意救楚风，我可以把集团双手顶上。这苏清雪的姿色出众，如果不是因为苏倾城，我早就把她弄到床上尽情戏玩。看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面子上，这样吧，我跟我父亲联系一下，让我父亲跟萧镇守求求情，放楚风一马。龙少不愧是龙少，能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那楚风也不知道上辈子走了什么狗屎运，还能救他一条狗命。哎，再怎么说，我也是苏清雪未来的姐夫，和楚风那个废物完全不同。他是苏家最大的拖累，而我是苏家最坚实的后盾。喂，啊，父亲，这样，好，我已经跟我父亲说了，我父亲也已经知情，只是楚风这次闯下的是滔天大罪，我父亲也不会保证。谢谢龙少。公司转让的事情，只要楚风能平安回来，我马上就回去拟好协议。哎，转让合同的事情不必着急，转让协议我已经让天海商会准备好了，你只需要签字就好。这样，今天晚上你来天海商会，我们商谈具体事宜。龙少真不愧为天海市首屈一指的青年才俊，这个废物啊，不知道是沾了我们家倾城多少的光，才让我们的龙少救了他这条狗命。你呀，还不赶紧谢谢人家龙少？谢谢龙少。不必客气，都是一家人嘛，举手之劳而已。什么升龙大典取消？堂堂大侠盛典，升龙大典怎么可能说取消就取消？刚刚得知升龙大典的马王殿下正令，升龙大典即刻取消。什么？升龙大典居然就这么取消了？我看啊，肯定就是楚风那件事情传到龙殿店主的耳朵。这个废物除了闯祸，果然是一无是处啊！算了，今天我也累了，楚风的生死与我无关，我们先回家吧。
好，倾城，我陪你回去。我天海商会是天海市第一财团，就算没有四海集团，我天海商会也一定会助你更上一层。多谢龙少。姐，楚风还没回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等等他？苏清雪，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维护楚风。之前你说你只是喜欢他，我才同意你把自己当做我的离婚赔偿。现在看来，你们俩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我没有，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姐夫。贱人，最见不得你这副贱样，跟你那个妈一样，对男人投其所好。想当年他明明已经离婚了，还跟清晨的爸生下你这么个贱种。我们苏家养你长大，不是让你对男人投其所怀，不是让你倒贴这个废物的。妈，当年明明是我妈先和我爸结的婚，是你利用上京陈家的势力，逼着我爸离婚娶你。我妈后来也自愿退出了。还敢顶嘴！要我看呐，我就不应该让龙少去救这个废物，就应该让他自生自灭。苏清雪，如果你还是愿意在这儿等那个我不要的垃圾，你就继续待着。我们走。奉命封锁帝豪酒店，胆敢离开这里，格杀勿论。我原以为胆敢扰乱升龙大典的人虽是狂妄，但是有几分胆色。没想到，只是一个口无遮拦、满口大话、失心病的疯子。萧云天，你我同在南省多年，奉劝你一句，在楚先生面前不要执迷不悟，使变节，以免遭杀身之祸。一个区区被苏氏集团丢到门口的弃婿，如同地洞中的蝼蛄，永远看不到天。他的眼界可能连我萧云天和南省镇守到底代表着什么都不知道，才敢屡屡冲撞。萧云天17岁从军，在北京20年间屡立战功。5年前突破大宗师境，加入大夏第一女战神凤羽麾下神皇军。3年前，大夏与外方88国鏖战，已斩杀敌方大宗师3名，宗师10名，累计战功，被封为南省镇守。这些我可有说错？怎么可能？我的履历是大夏唯一的机密，非凤羽战神无法获知。你到底是谁？萧云天，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楚先生面前亮剑！萧云天，你护国有功，得大夏第一女战神凤羽看准，提议龙殿殿主将你封为南省镇守，执掌军政大权，是希望你能够在位期间扫清逆龙叛逆。3年来尸位素餐，毫无进展。萧云天，你可知罪？住口！我执掌3年，荡清诺荡，保南省一方平安，这些功劳不止凤羽大人，就连龙殿殿首也是知道的。知道，当然知道。我在升龙大典之日，逆龙叛逆当街杀人，还勾结外邦奸细潜入南省，妄图颠覆大夏的时候，你却还在这对付我这个你口口声声的苏家赘婿。萧云天，其罪当诛！什么当街杀人、勾结外敌、一派胡言，我都未曾获知，你又何而知？不知道。萧云天，我原以为你只是坏，没想到你是蠢。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一无所知，真是罪该万死！我看你真是找死！传我令，此人无需调查，就地格杀！我看谁敢！我看谁敢！南省一域，哪有我不敢的？凤羽大人，萧云天，你狂妄无能，以下犯上，罪无可恕。今日我就替大夏诛杀此僚。凤羽大人要杀我，云天不敢多言一句。只是今日得龙殿特使密报，升龙大典有人捣乱，我担心龙殿殿主大人的安危，这才慌忙赶来。龙殿特使通报：笑，今日升龙大典，我与诸位护龙使封锁了全城，只进不许出。哪儿来的龙殿特使？
可能是龙殿大人收到消息，亲自传令于我。店主，我怎么不知道？对，就是他，就是此人，扰乱升龙大典。我来之前特此查明，这个人冒充龙殿店主。参见龙主，望主上恕罪。起来吧。谢主上。店主，主上，你是龙殿店主？萧云天，放眼整个大夏，能让我与护龙使跪地请罪的，除了当今的龙殿店主，敢问还有何人？萧云天，现在你可知罪？萧云天，现在你可知罪？云天之罪，以下犯上，愿自我了断，绝无怨言。主上，萧云天狂妄无礼，下犯上，罪无可恕，我神皇军绝不姑息，还请主上下令，凤羽将他就地斩杀。罢了，此人虽然愚钝，但是也有胆，自裁谢罪，给他一个机会。萧云天，你可有异议？属下一定为店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起来吧。主上，卑职听闻您亲自取消了升龙大典。对，升龙大典举国欢庆，更是主上登基之盛事。如今取消，是属下等人的无能。此事与凤羽大人无关，都是属下的过错。属下以下犯上，只希望让卑职将功赎罪。萧云天，之前我说过，你今天做错了一件事，做对了一件事，你可还记得？属下已知做错，但是属下愚钝。对的事，属下未知。你还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凤云，你去看看，这是何物？是。这是血色龙旗，看来已经有逆龙殿的余孽混入了升龙大典。那个假的龙殿特使，乃是余孽，属下该死！逆龙殿余孽是我龙殿叛将，他们隐藏在南省多年，策划周密，步步算计，阴险狡诈。我蛰伏这3年，就是怕他们跑了。现在他们选择在这升龙大典浮出水面，总算是藏不住。萧云天，你今天做错的事情，就是轻信了那个假冒的龙殿特使，把他们也带走。但是你做对的，就是你亲历全场，把这些余孽全部都困在了这里。你们几个是打算现在出手，做垂死挣扎，还是马上跪地求饶？龙殿店主是怎么发现我们混在这口苦中的？你们逆龙殿层层布局，如果没有后手，岂不是白费心机？假冒龙殿特使给萧云天传信，就是为了激怒他，让他把你们带进这升龙大典。我猜的可有错？龙殿店主果然名不虚传，只不过逆龙殿已经探查清楚，3年前那一战你身受了重伤，所以只能委曲求全，成为苏氏家族的弃婿。我们这些人都是88国战力榜前100，每一个都是大宗师强者。今天就阵斩龙殿店主，覆灭大夏国。88国战力榜前100，大宗师强者覆灭大夏，哈哈哈，精彩啊！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这88国战力榜为1榜，而我们大夏单列1榜是为何？那就是因为你们太弱，怕吓跑了你们。笑话！大夏战力榜一直对外保密，就是为了掩盖你龙殿店主身受重伤，外强中干。近日，我们与逆龙殿联手，在升龙大典镇斩龙殿店主，就是让所有人知道大夏国不堪一击。我大夏之地，强者如云，勇者如雨。风云，既然这逆龙殿余孽给我送上了这份大礼，那就全部给我留下。是，主上，恳请赐予我一个清理门户的机会。可。南省镇守萧云天，龙殿战神凤羽大人手下小校，5年前突破大宗师境界，希望你们
不要让我太失望，死得太快。不可能，只是一个镇守，却有如此实力，比大家家国排名多少？大夏国还不上榜？卑职萧云天戴罪立功，信不命。不错，起来吧。如今逆龙殿的阴谋已经勘破，升龙大典已经无忧。主上，恳请主上登基。恳请主上登基。恳请主上登基。此次升龙大典登基，意义于我而言已经失去了大半。属下有罪，敢问是为什么？升龙大典，南省权贵们竟然集体演练了诛杀楚先生。放肆！区几个南省的权贵也敢触怒龙殿的殿主？主上，我已经下令封锁了全城，只待你首肯。南省权贵尽皆格杀。苏清城虽然负我，但10年前对我的救命之恩，也罢，从此我与苏家再无瓜葛。算了，放他们离去。属下遵命。来人，传我令，全城解除封锁，放他们离去。遵命。刚刚收到消息，龙殿殿主震怒，南方镇守萧云天遭到责罚，要他戴罪立功。原本以为参加升龙大典是一辈子的荣耀、无尽的幸福，没想到差点丢了命。龙殿殿主是大夏国首屈一指的大人物，诸侯一怒，流血飘落。这一次我们能够活着回来，已经算是万幸了。龙少，楚风他怎么样？这个嘛，这还用问吗？得罪了龙殿殿主，这个窝囊废怕是死无全尸了。让你失望了。我活得好好的，让你失望了。我活得好好的。楚风，你没事？我在帝豪酒店外面等了你好久，你一直没出现，我就先回家了。我没事，让你担心了。苏清雪，真的跟你那个不要脸的妈妈一样，见到男人就往上扑啊！是啊，要不是楚风这个窝囊废，今日本来应该是我们苏总位列天海市商业魁首之日。楚风，你这次回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哦，你是说扯离婚证吧？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我就跟你去民政局离婚。楚风，你还要不要？你震怒龙殿殿主，引得整个龙殿大为发怒。要不是龙少跟龙殿关系较好，你这条狗命早就不保了。我靠龙应天这小子说情，哈哈，天大的笑话！他要为我说情，那要先有说情的资格。楚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维持你那可悲的自尊心？今天要不是龙少，你根本没有可能回来。是的，姐夫，是龙少给他父亲打电话，天海商会的会长龙凌云，这才救了你的命。我当时就在现场。龙少就是龙少。楚风，你现在知道云泥之别的意思了吧？还不赶紧跪下来给龙少道歉，别不识抬举。这个楚风居然真的活着回来了，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那个电话压根儿就没打出去。龙少，你告诉这个废物，是不是打电话给龙会长救了他这条狗命？龙少是吧？你最好说实话，我的命是你救的吗？当然了，楚风，你的命就是我救的。但是今天看在倾城的面子上，只要你给我跪下，之前对我的冲撞，我都可以既往不咎。揽功上身，一派胡言，瞒天过海，有话不堪。楚风，你还想打人？苏京城，你就是为了这种孬种男人要跟我离婚？龙少人中龙凤，一表人才，而你就像阴沟里的离曲一样，拿什么跟龙少相提并论？有的人啊，不过就是工地搬砖的臭民工，为了那可怜的自尊心，只能成天说大话。可惜呀，早晚会被人戳穿。楚风，你就别挣扎，无论你在我面前怎么装可怜我，我都不可能改变主意。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我本来打算就要走，我现在回来，只不过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的东西，楚风，你真是不要脸！你好好看一看，这家里这些家具，全部都是由我女儿倾城买回来，这里哪里还有你的东西？苏倾城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楚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任何事，你这个说大话的毛病就是改不掉了是吧？对，你3年前是接纳了我们苏家，给了我100万，但是我已经还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啊？苏倾城，看来四海集团取消对你们的100亿注资，这个教训还不够。楚风，你别以为苏总不知道你和四海集团勾结在一起的一些下作的伎俩，你们勾结在一起的阴谋早就被龙少戳穿了。楚风，很可惜，我可以给你补偿，但是你和叶无道图谋苏氏集团，别想得逞，这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图谋？我跟四海集团勾结？可笑！苏倾城，你们苏氏集团有什么值得我看上？你的苏氏集团，你的底线，在我看来是一文不名，一钱不值。楚风，你这么多年赖在苏家，不就是图谋苏氏集团吗？哼，在叶无道里，只要苏总和你离了婚，你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你也这么看我？死心吧，楚风，没有我，你只会被叶无道当成垃圾扔掉。很好，那我倒是想看看，到底谁最后会被当成垃圾扔掉。1天的时间，苏氏集团所有订单取消。楚风啊，楚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知道你和四海集团可能是有些关系，但是苏氏集团的合作方非常多。难道你以为四海集团一个叶无道就能够只手遮天吗？只手遮天？姓龙的小子，那你确实是低估了四海集团，更低估了我。楚风，苏氏集团是我一手带到市值10亿，这里面的艰辛和努力，你根本理解不了。指望一个四海集团打倒我，何其可笑！楚风，只能证明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不过我并不意外，毕竟你目光太短浅了。看来直到今天你还不明白，你的成功真正来自于哪里。我这辈子做过最成功的决定，就是和你离婚。楚风，你到底懂不懂商业？是，四海集团业务到权倾南省，是地下王者。但是我苏氏集团和四海集团的合作并不简单，我的成功只来自我自己。那我倒真想期待明天的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这么乐观？倾城，你的这个前夫既然已经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个外人现在就没有必要出现在你们苏家了。楚风，请你出去，你现在已经不是苏家的人。就是你这个窝囊废，你们都已经离婚了，还赖在我们苏家不走，你真是脸皮够厚。现在赶紧给我滚！妈，姐姐，你们太过分了！当初是楚风赔上了全部的身家，才救了我们，不然苏家早就垮了。我倒是忘了，家里还有你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也给我一起滚！都先别说话，是金水集团的李总，苏氏集团最大的客户。这是我们苏氏集团最大的客户，金水集团的李总。喂，李总，您好，我是苏氏集团苏倾城。好的，知道了。楚风，你刚刚说要把苏氏集团的全部订单都取消？不会吧，这个窝囊废难道真的凭自己一己之力就取消了我们苏氏集团全部的订单？我就知道，姐夫，不，楚风，他绝对不普通。这怎么可能啊，倾城，他楚风就是一个工地的民工，还能有这个能耐？我没有这个能耐，难道你有？罢了，你们苏家之前对我有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楚风，你演戏演得真让我作呕。演戏？苏倾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就在刚刚，金水集团李总告诉我，我们苏氏集团的货物已经交接，明天金水集团的款就会打到苏氏集团的账上，并且提出要求增加订单，金额1个亿。这怎么可能？哈哈哈哈！楚风啊，楚风，我还以为他有多大的本事呢，没想到啊，就你刚才说的大话，就像那个气球一样，噗的一下爆炸了。
我就说嘛，楚风不过是工地搬砖的一个农民工，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就算是业务道，也不可能一个电话就置苏氏集团于死地。楚风，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苏家的人，你赶紧给我滚！我自然会走，但我说了，我要拿回我的东西。我还以为多有骨气呢，还不是看上了我们苏总的财产。也是，像你这种混迹底层的贱民，怎么可能见不到钱乖乖就走呢？楚风，今天的事情我原本还高看你一眼，但现在看来不过如此。说吧，想要多少钱？你的那些钱，在我眼里不过是浮云。我说了，我只要我自己的东西。你的东西，包括你的衣服，都是我们苏家买的，我们没有要回来，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这3年我没花过你们苏家1分钱，我身上所有的东西，我的开销都是我1分1毫赚回来的。笑话，没花过苏家1分钱。楚风，你花钱请的那些演员价值不菲吧？我看苏总还你的那100万，你早就花光了吧？这是你还给我的100万，现在我原封不动的送给你。你这个东西永远都是死鸭子嘴硬。夫人，像他这种人，没有钱就只能讲骨气了。不可理喻。其他东西我都可以不要，我只要拿走这半块玉佩。玉佩？这是什么玉佩？你不能从我们家带走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苏云城，你不会连这半块玉佩都不让我拿走吧？妈，这种破玉色泽普通，质地劣质，都是坏的，不值钱，给他吧。破玉？苏云城，你忘了这块玉佩？还有半块在你那儿。楚风，你不要自作多情，和我玩这种破镜重圆的游戏。这种破玉，我苏倾城根本看不上，也从来不会有。可笑，原来当年的救命之恩根本不是你。救命之恩，当年你搭救我们苏家，我已经还清了。我希望你知道，我们2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你再这样下去，毫无意义。不要继续让我看清你。终于明白了，我们2个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我还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宝贝，不就一块破玉吗？还当成宝贝一样。夫人，像楚风这种低等贱民，别说是玉了，哪怕是一块石头，他都会当成宝贝的。苏云城，我们2个缘分已尽，最后奉劝你一句，保住你们苏氏集团的现金流，否则最后你们苏氏集团成万劫。你一个农民工就本本分分当个底层人，还想跟我们苏总什么建议？哎，我们苏氏集团的商业规划，就算你真想指点，你有那个脑子吗？倾城，看来你的这个前夫根本就不明白，苏氏集团3年挣够10个亿，到底是什么概念？夫妻一场，年近40岁的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叫姐夫。楚风，在升龙大典上，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是你的未婚妻，你可不能耍赖。我一个工地搬砖的民工，现在已经被赶出你们苏家家门了，以后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苏清雪，你让我娶你，你一个堂堂的总裁，你想清楚了吗？你要当我的未婚妻？我不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农民工跟着走。我苏清雪嫁定你了。儿戏。我没有儿戏，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这钥匙送给你，好意心领了。我好歹也是纵横集团的总裁，商场每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你觉得终身大事会是儿戏吗？是，我承认，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孩子，那是因为你是我的姐夫，我得不到你的爱，至少我希望也能得到你的疼爱。可是，在升龙大典上，我当着所有权贵的面，求着苏倾城把我许给你，尊严也不要了，面子也不要了，我只希望你别拿我当个孩子看。我苏清雪要当你的女人，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你怎么不打断我了？等你说完。没有了。反正在你眼里，苏倾城是个女人，我苏清雪也是。说完了。说完了。这个你拿回去。你确定要把这聘礼退给我，让我把这药收回去？当然了，这我什么聘礼？这钥匙是盛世皇城级别最高的至尊金龙塔，拿着它呢，你可以到盛世皇城任意的挑选房子，只要被它打开过的房子，别人就再也不敢。盛世皇城大夏第一龙王，这是真的？当然了，你现在不信很正常。哎，我信，只是没有必要。大夏楼王，我姐姐在乎，但是我不在乎。在我眼里，远远没有你重要。苏倾城，我原本想要把盛世皇城当做你的聘礼，你却弃之如敝履。也罢，东西就应该送到他需要的人手上。楚风，你当年愿意接纳苏家，是不是另有隐情？没错，10年前我在上京身负重伤，命在旦夕。我只知道是一个苏家的小姐救了我一命。3年前你姐姐拿着上京苏家的聘礼来找我的时候，我以为她就是那个救命恩人。你说的是不是这个？这是剩下的那半块玉佩。可是怎么在……原来是你。10年前上京郊外，我在河边遇险，你又身受重伤，还顺便把我从湖里救了出来。你当时把这块玉佩交给我，我告诉你，我叫苏清雪。苏清雪，苏倾城，一字之差。3年前，父亲本来是拿着婚约让我去找你的，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换成了姐姐。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只是苏家弃妇，我父亲当年认定了你能够拯救苏家，他们自然是要保住嫡女，而我只是一个庶女，没人关心，也不重要。苏家，这些事儿都过去了，我本来以为你会和我姐姐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可是这件事你一直隐藏在你的心里。从我到苏家的那一天开始，你就认出我了，但是你整整隐瞒了3年。我也是女人，也要女人的脸面。你既然已经成为了我的姐夫，这些事儿我就准备藏在心里一辈子。但是我没想到，我姐姐竟然主动要和你离婚，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清雪，我许诺你会得到无上的功德。不要什么无上的功德，我跟我姐姐不一样，我不需要你大富大贵，也不需要你权倾朝野。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为苏家除名，失去了纵横集团，你依然能够珍惜我。失去纵横集团？我接个电话。苏清雪，你不会忘记今天在升龙大典跟我说的那些话吧？当然了，楚风只要安然无恙回来，我承诺的纵横集团一定说到做到。说话算话那是最好。那我就在天海商会的会所里等你，等你来签字。我马上就到。楚风，我有点事情要先走一下，你今天也累了，你先回家休息。刚刚谁给你打电话？一个合作伙伴，没什么。楚风，今天之后我就会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希望我们以后能够过安安稳稳。霍宇，你马上给我查一下，刚才是谁给苏清雪打电话？罗少，因为人家还不够，竟然还叫别的女人。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呢，她纵横天海商场，身价过亿，你和她一起做，也是你的福气。整个天海市谁不知道，龙少迎娶的未婚妻是苏氏集团的苏倾城。堂堂苏氏总裁，竟然愿意和我一起服侍董事。苏倾城，
短短3年可以把苏氏集团从0做到市值10亿，商业头脑不可估量。我怎么忍心折辱这只会下金蛋的鸡啊？那你就舍得折辱人家？你不是天生被男人折辱的吗？那个女人是谁？纵横集团的总裁苏清雪。龙少不会就是龙少，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我现在就先吃了你。什么龙少，虫都不如。我是纵横集团的苏清雪，已经和龙少约好了。哦，苏总呢？我们龙少等你很久。龙少，我约的你。不着急，今天晚上咱们有的是时间。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咱们就要成为一家人了，提前庆祝一下。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们算不得一家人。我和苏家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关系。苏清雪，你得跟你姐好好学学，别这么死脑筋。怎么，你要为了楚风那个废物放弃整个苏家呀？龙少，请你自重。楚风是我的未婚夫，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去侮辱他。我心意已定，不会改的。协议呢？现在就可以签。别着急，那个字早晚都可以签。不管你怎么否认，你还是姓苏。而我呢，名义上是你未来的姐夫。这杯酒嘛，我代替你姐，给你赔50。可以了吧？协议呢？就抿这么一小口啊，这杯你都喝了吧？龙少，你是天海商会的继承人，时间宝贵，我就不打扰了。我回去把协议拟好了再送过来。不好意思，楚风还在家里等我。楚风，又是楚风！苏清雪，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龙应天，天海商会未来的继承人，天之骄子。楚风算是什么东西啊？工地搬砖的臭屌丝！你要丢下我去找他？龙少，楚风是我的未婚夫，请你自重。自重？自重什么自重？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自重了。跟你来软的不行，你要来硬的，是不是？放开我！楚风知道我过来。这个搬砖的臭屌丝，就算我给他个电话，你以为他能找到这儿来呀？啊！你喊喊楚风，看他能不能答应啊！楚风，楚风，他人呢？他根本就听不见，他来不了。放开我！你放手！放开我！龙应天，你想死我会成全你！楚风，你想死我会成全你！楚风，楚风，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就跟过来了，你没事吧？幸亏你来得及时。站住！想走？你们俩一个也走不了。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天海商会，天海第一财团，我的地盘。楚风，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玩你的女人，而且要让你死在这里，死无葬身之地。天海商会是吧？第一财团是吧？你的地盘是吧？别打了，再打就要打死我了。这一巴掌是替清雪打的。楚风，算了。楚风，你听到了吗？连苏清雪都让你算了啊！好，那就算了。你说话不算话。糟了，楚风，你杀人了！这孬种是昏死过去，这种人要死在我手上，他还不够可恶。不行，天海商会可是第一财团，黑白通吃的，外面肯定宝宝众多，你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跟我走。
会长，少爷不要，只是晕过去，只不过什么？啊，会长恕罪，少爷本身就被酒色掏空了身体，如今更是身受重伤。这次从龙殿求来的丹药只能恢复身体，无法让他成为武者。混账！在我天海商会伤我儿子，无论是谁，我一定叫他碎尸万段！查出来了吗？是谁？监控已经调取，今夜只来了2个人，一个是纵横集团总裁苏清雪，还有一个苏家气婿楚风。苏家气婿，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的房间。这个家是我的，你也是我的，哪来你的房间？骗你的，楚风。今天早点休息。刚才我姐给我打电话了，明天上午8点，你们在民政局办离婚。我知道了，你转告他吧，我会准时到的。等明天，你就彻底属于我了。那就早点休息吧，我先去睡了。明天美美的，好给你争面子。凤月，通知所有人，7日之后，升龙大典依旧在天海市举办。楚风，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们苏家终于摆脱这个窝囊废了。妈，我和楚风已经离婚，他和我们苏家再无关了。太好了，楚风，我劝你一句，好好在你那个工地搬砖打工，做个普通人，不要天天满嘴谎言，试图高攀上人。我怎么做人，我就不老于这些。你口中那些上等人，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下贱。只有你去是对的。谁说楚风和苏家毫无瓜葛？我苏清雪也是苏家人。哼，你只不过是我们苏家一个庶出，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苏家人？苏清雪，你把纵横集团给了龙少，你还是想一想，你们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是啊，二小姐啊，不，苏清雪，你今天呀就想想跟你那个农民工老公在工地怎么扎帐篷的，哼，最好想想你们今晚吃什么。你们这个苏家我还真不稀罕。至于纵横集团，他龙少想要，现在还不想给。哎呦呦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清雪，你和楚风才相处多久啊，就变得这么俗不可耐？你也不掂量掂量，天海商会谁惹得起的？笑话，天海商会有什么惹不起？有我在，不是清雪惹不起他，而是他惹不起清雪。楚风说的对。我警告过你很多次，赶紧改掉你这个满嘴说大话的毛病。天海商会会长龙凌云，龙家家主，是南省地下仅次于叶无道的大人。天海商会会长龙凌云是吧？那我倒是很期待，他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王梦小儿无知无畏，那我就如你所愿。这个人是龙凌云，龙少的父亲，天海商会会长，天海市第1财团掌门人，现在是龙家家主。清雪，你说会不会龙少知道你今天离婚，然后让他父亲过来提亲啊？龙家不愧是龙家，到底是百年豪门，这么大的气派。龙会长，没想到你今天亲自前来，我们苏家不胜欢喜。你是苏家人？我是苏家苏清晨的母亲。夫区人，区苏家闯我商会，打我保镖，伤我儿子，还有脸在这铁着脸跟我笑？龙会长，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苏家气婿楚风何在？龙会长，是你儿子把我骗到了天海商会，一直对我进行误会。如果不是楚风及时赶到，他可就得逞了。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当时还有一个秘书在场，
您若是不信，大可以回去问问。若是如此，我知道你是谁。龙会长如此深明大义，不愧是天海商会的魁首，我苏清雪深感佩服。你就是苏清雪？正是。苏清雪，一个女人玩物而已。我儿子看上你要玩你，那是你的荣幸，你还敢拒绝？董会长，误会，我们苏家跟楚风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我们家清盛已经跟楚风离婚了。滚！我只知道今天你们苏家必须得死，而且那个苏家气婿楚风必须格杀当场，碎尸万段。完了，龙家家主震怒，今天我们都得死在这儿了。楚风，你还不赶紧站出去！你就是楚风？天海龙家，好大的排场！很明显，你口中所谓的苏家气婿，只有可能是我。我看你年纪轻轻的，应该也是练武之人。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乖乖的束手就擒，跟我回龙家，让你感受龙家的千刀万剐之刑。等7日之后你死了之后，我就放了苏家的这些父母孤寡，让他们另行安排。龙会长，你竟然如此横行霸道，难道就不顾大夏律法吗？哼，我龙家有龙殿的大人物庇护，大夏律法狗屁！龙殿大人物，怪不得天海商会给您天海商界，仅次于南省业务道。别跟我提南省的业务道，以前我还敬你3分，从今天起，我龙凌云就是南省的地下王者。龙凌云，自信是好事，但是过于狂妄，小心被反噬，捅破了天。天海一剑，我龙凌云就是天。业务道，听到了吗？这龙凌云要取代你做南省的地下王者，你还不赶紧过来管管？楚先生，我已经到了。楚风，你真的把叶总裁叫来了？没错，四海集团叶无道。太好了，我们有救了。不过这不应该呀，这叶无道怎么可能帮楚风？楚风已经和苏总离完婚了，按道理他和苏家已经没有关系了呀。小子，我差点被你给骗了。叶无道是何许人也？你一个赘婿，一个电话就能给喊来？哎呀，糟了！这个满嘴胡话的楚风，龙会长，这件事情跟我们苏家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全是他楚风的错。不对，刚刚那个电话里的声音，就是南省地下王者叶无道的声音啊！苏总，刚刚没有听错吧？楚风这么一个电话就把叶无道叫来，他到底是什么身份？龙会长，你要杀你就杀楚风。哦，对了，还有这个苏清雪，苏家一起给你，给他一起打火。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妇人插嘴？今天你们苏家都得死，一个也跑不了。龙凌云，这巴掌打得好，我记你一个。楚风，毕竟我们夫妻一场，你也叫了他3年的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这么说话怎么了？我叫了他3年的妈，他把我当过女婿吗？哪怕是1天。姐，你也听到这个女人说什么了？你觉得她配让楚风叫她一声妈吗？纵使我妈有错，也轮不到你们指责。苏清雪，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敢跟我这么说话？我什么身份？我现在是楚风的未婚妻，他有事儿我顶着，他有祸我苏清雪一定承担。龙会长，贵公子龙应天的事情皆由我一人引起，我跟你回去，你放过楚风和苏家。行了，你们不要再演戏了，拿我龙凌云当傻子吗？小子，你刚才在跟苏家撇清关系，是想遮掩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你，无论你们有没有关系，今天整个苏家都得死。龙凌云，我给你最后一个事情，你最好马上束手就擒。
装模作样。来人啊，把这个小子的双手双脚都给我砍了，送回龙家。龙凌云，大胆子！叶无道，拜见苏先生。免礼。叶无道，这位龙大会长是想要取代你南省地下王者的位子，你意下如何？龙凌云，竟有此事？叶无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独自前来，这是来送死啊！这是上天安排的。完了，这叶无道也太自信了。龙凌云好歹是天海商会总裁，叶无道之下第一人，但是叶总裁今天独自前来，这摆明了是给龙凌云机会。哎呀，叶无道啊，叶无道，我是真没有想到你竟然越活越回去，竟然给一个黄口小儿苏家气去卑躬屈膝，这南省的地下王者你也配？你不如把他让出来，归还于我。叶无道，我看这龙大会长想当这地下王者想疯了，依我看就给他。楚风，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南省地下王者意味着什么？四海集团亿万资产，要是没有叶总裁的顷刻间大厦倾塌，叶总裁怎么可能答应？以后我说话最好不要插嘴，说多了只会暴露你的无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耍什么鬼魅伎俩，但是楚风，你真的觉得我龙凌云会相信就凭你黄口小儿的一句话，叶无道就能把南省的地下王者给让出来？荒唐！楚先生做主，我叶某绝无不从。叶无道，我原本以为你是跟我龙凌云并驾齐驱的英雄，可是我真没有想到，以前你还压我一头，权倾南省，对你也是心服口服。可是现在，你竟然跟一个黄口小儿一起胡闹！英雄，在我叶某心中，天下英雄只有一位，那就是楚先生。苏总，难道叶无道嘴里说的那个人会是楚风？怎么可能？楚风就是一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在我们苏家吃了3年闲饭的窝囊废，他会是什么大人物？放肆！楚先生乃是人中龙凤，万里挑一，国士无双，无人能和楚先生并尊。楚风，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四海集团的叶总裁都一再对你卑躬屈膝？你跟我说的，我们不是一个世界。这句话我今天还给你。的确，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而你的世界才叫真正的不够档次。你简直太可怕了！我是你的老婆，你的妻子，和你同床共枕的女人，你竟然让我对你的一切一无所知，整整3年。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和楚风结婚3年，并无夫妻之实，这事儿人尽皆知。更何况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你是前妻，不是老婆。楚风，这事儿等回去再好好说。好。苏千城，现在我才是楚风的未婚妻。行了，不要在这跟我试图拖延时间。今天无论如何，叶无道，我都要将你诛杀当场。龙凌云，认真的。这是当然，今天叶无道已经亲自到了这个现场，这又如何？就凭你们2个人，还想翻手为云，反了天了？叶无道，要不就先让这龙凌云当一回地下王者。虚名而已，可南省地下之王的名头，你想要啊？拿去便是。叶无道，你是不是傻了？这南省的地下王者是你说让就让的吗？你若不死，这南省的众人怎能服我？龙凌云，你还清醒啊？没错，就算是叶无道把这南省地下王者的位子让你，也坐不稳。我是真没想明白，你哪来的自信在我面
面前一再嚣张跋扈。无知小儿，来人啊，把他给我诛杀当场！还等什么呀？听我命令，把楚风和叶无道诛杀当场！好了好了，这场冷得太久。叶无道，你先把苏家的人送走。好，来人，送苏家人离开。楚风，你欠我一个解释。我现在已经没有向你解释的义务。你先回家吧，不要打扰。等你回家了，一定要好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问题。哦对了，我给你的那个钥匙要好好保管，列为主。放心吧，那可是你给我的秘密，谁都抢不走。你们这群叛徒！叶无道，没想到你早就在我身边安插了这么多的眼线。龙凌云，你错了，不是叶无道，是我。你的底细我早就查清，你就是苏家的一个弃婿，之前还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之流。叶无道，你想赢便赢就是，没必要让这种小辈再三折辱于我。在楚先生面前，我叶某不敢造次。楚先生说的一切，便是真相。你到底是谁？我的身份，你想知道还不够资格。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好好回答，我能给你一次机会。楚先生心怀仁慈，我希望你把握这次机会，否则你绝难自救。龙凌云拜见楚先生，还请楚先生明示。我只问你，余孽何在？逆龙殿，在下从未听说过，我只是接触过龙殿的一个大人物。龙殿大人？那我倒想听听，这位大人物他是谁？在下也是花了重金贿赂了这位大人物身边的随从，人称傲山虎。包藏祸心，暗中布局，好手段。那他现在在哪儿？属下不知，只是知道他不日将会来南省。好，王凌云，记住，绝不能让傲山虎知道我们见过面，否则你死无全尸。我言尽于此，你可以走了。在下遵命。慢着，不知楚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天海龙家必须要闭门修心，安分守己。若日后再有劣迹，天海龙家除名。在下明白，楚先生放心，一定遵命。楚先生，这龙凌云的话未必可信。无妨，不管几分真几分假，我想这傲山虎不日定会来南省天海，因为只有他才有这个野心和实力，组织逆龙殿，妄图以龙殿争锋。傲山虎在下似乎有所不知，他曾是上届的龙殿殿主之下第一战士。3年前大战之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错，3年前这傲山虎里通外邦，妄图颠覆大夏。可惜的是，被我发现以后被捉住，让他跑了。我蛰伏南省天海3年，就是为了等他再次伏逃。傲山虎怎会自投罗网呢？那是因为他跟那龙凌云一样，有王子之心，妄图当龙殿殿主。龙殿殿主，此人心怀叵测，胆大包天。这傲山虎原本却是我龙殿一得力干将，3年前被我发现逃跑之后，
他顺手窃取了龙殿众宝神龙令，此事影响甚大，列为机密，少有人得知。再加上他实力不俗，东躲西藏，十分狡猾，我怕把他逼得太紧，他要逃到外邦，反而更费功夫。既然如此，破坏神龙塔岂不是暴露了自身？3年之前，这傲山虎就已经临近大宗师境，现在3年过去了，我想突破之日就在眼前，所以我想，这次他破坏神龙大典，无非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他自信突破了大宗师境，就能将我拿下，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凤羽，传我命令，升龙大典的明天要用盛世皇城来换。真没想到，楚风那家伙居然能得到业务道的权力支持，连龙家也全然不是对手。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之前在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他还生气了，要跟我们家倾城离婚呢。罢了，楚风能够获得业务道的支持，我无话可说。但就算没有业务道，我苏倾城仍然能够带领苏家进入天海市权贵顶层。李总，您怎么来了？那一亿订单不是明天签约吗？不用，我是来通知你，我们金水集团与你们苏氏集团一切合作取消。取消？这是为什么？李总，这一定是有误会。不仅如此，我们苏氏集团合作13家上下游企业都合作违缺权代表，我们一致决定与你们苏氏集团断绝一切往来。苏倾城，你怎么在这儿？来找清雪啊？清雪，楚风，我们俩才刚刚离婚，你就这么亲热地称呼我妹妹？这有什么问题吗？毕竟我跟清雪还没有结婚，现在就叫她老婆不太合适。够了，楚风，我知道你心里边一直在恨我，可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想过？你的角度？如果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从前的你连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至于说恨你，这又从何说起呢？从我离开苏家的那一刻起，我们两个一场。你口中声称的恨意，并不存在，你大可以放心。你一定要这样结婚3年，这3年，你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是我苏倾城一个人扛起了重建苏家的重担。我一直在给你机会，可你珍惜过吗？那我还真得谢谢你了。这3年，你累了我给你洗脚，你饿了我给你做饭。你说你要凭借自己的努力，直到攻城那日，才愿意把自己交给我。好，我就助你登顶云城商界。机会，你还要我怎么珍惜？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认识业务道，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在背后支持我，如果你早点……没有如果，我没说过吗？我说了，你能走到今天都是因为我。我说了，这四海集团的100亿投资是我给你带来的，你听清楚不？我明白，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卑贱肮脏。只要我在，你苏倾城就会觉得我楚风是你们苏家这块白壁上一个抹去的污点。你心里根本就瞧不起我，根本就瞧不起我这个社会的底层人，看不起我这个出卖苦力的下等人。怎么，没话可说了？也对，我们两个根本没有必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们已经离婚。就在上午刚刚领了离婚证，新鲜出炉，热得烫手。你一定要这样想我吗？那你要我怎么看？你不会说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一个下人？你对我做的这些，都是你给我的一个考验。现在考验结束了？没错，楚风，我今天来本来还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大可不必了，因为现在我已经是有未婚妻的人，我们俩不合适。就是那个苏清雪，她自己都还是个孩子，你连她都下得去手，真让我做。苏小姐，你这话就过分了吧？别忘了，你只比我虚长1岁。不好意思，自我介绍一下，苏清雪，纵横集团的总裁，楚风的未婚妻。都说了今晚我在家里等你，
拖到这么晚？饭都温好了，洗澡水也放好了，床我也亲自替你拿好了。都是有未婚妻的人了，以后要早点回家，免得外面有人呐见色起意。苏清雪，你幼稚不幼稚？幼稚，当然幼稚了。女人在保住老公这件事情上哪有不幼稚的？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男人就是女人的战场，稍微一个不留神是会被人撬墙角的。楚风，你自己看看，这就是你挑选的未婚妻，没有觉得不合适吗？不合适，确实有点不合适。这大庭广众的，你这样穿的还暴吗？以后啊，只在家里穿给你看。苏小姐，要说不合适的，应该是你吧？这青天白日的，你就蹲在马路边上守着我的未婚夫，我没叫保安把你请出去，已经是够给你面子了。苏清雪，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是苏氏集团掌门人，是你的姐姐，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爸去世以后，我就没有拿过苏家的1分钱。苏倾城，你口口声声地说苏氏集团是建立在你的努力之上，但是你的成功背后是有楚风的支持，还有上京苏家的积累，而我自己在国外白手起家，又把公司带回了天海，你苏倾城在我眼里就是个巨婴。苏清雪，你还真是翅膀硬了。算了，不跟你计较。楚风，是你打电话让叶无道把我苏氏集团所有订单取消的。苏家的订单真的被取消了？看来我的那个电话并没有失效。苏总，让你失望。叶无道是南省地下王者，他这种人心狠手辣，居心叵测。他靠近你，无非就是想让你逼迫苏氏集团。如果你脑子清楚的话，我给你一个忠告，最好和他保持距离。谢谢你的忠告，我也还你一个忠告：对你不了解的事情，少发言，少掺和，以免贻笑大方。难道我有说错吗？人都是相互利用的，没有价值的人，没有人会瞧得上你。叶无道凭什么一再对你折节相待？你心里不清楚？你确实搞错了一件事，不是叶无道对我折节相对，而是我楚风是他叶无道需要仰望的存在。当然，你不信我也不是1、2回了。无论我怎么解释，你看我的角度从未改变过。够了，楚风。对，你现在攀上了叶无道，角度是不一样，但是你现在狂妄自大，不得不在我这个前妻面前找回面子，强装表演不可胜事的样子。你无论怎么掩盖，都会暴露你穷人乍富的底层心态。苏小姐，麻烦你搞清楚，男人只会在他心爱的女人面前才会展现实力，而这个人只会是我，不会是你。楚风，你刚才的样子很有男子气概，我很喜欢。苏小姐，请回吧。楚风，你可以请叶无道扼杀苏氏集团，但很可惜，你不会得逞。苏小姐，你现在站在这里，不就是因为楚风兑现了他的诺言，已经说到做到？苏清雪，你从小到大只能捡好舍弃不要没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玩具、家事还是男人。苏小姐，你搞错了，我一向只选择我真心喜欢的，尤其是男人。还是我对你太好了？这点我承认，你对我最好的地方就是把楚风还给了我。你不会真以为我看得上这个男人吧？这是我家的门口，你蹲在马路边上苦等，一身盛装，妆容精致，肯定不是给我看的，不是来抢男人，难道是来跟我比美？你一个苏家舍弃的庶女，区区纵横集团总裁，真以为自己能与我相提并论？这不是自信，这是自傲。我的比你的大。也好，升龙大典重启在即，而我会在3天后拿下一套盛世皇，换取升龙体，得到与龙殿殿主单独见面的资格。楚风，到时候你和苏清雪
一定会后悔莫及。那我还真的很期待啊！你跟龙殿店主见面的那一刻，一定特别的精彩。你苏倾城能得到的，我苏清雪照样能拿到。不提盛世皇城的购买资格，是权力背景的厮杀相争。单单一套盛世皇城价值10亿，而你的纵横集团市值不过1个亿。苏清雪，你可真是一点好都没有学，就学了楚风身上说大话的毛病。哎，这个大话，他有资格说。盛世皇城，任他挑选，不可理喻。吓死我了！这还是我跟我姐第一次正面刚呢。你今天的架势，加上你这身打扮，确实也吓了我一跳。那当然了，女人抢起老公来可是很凶的。不过，这个地下王者叶无道竟然心甘情愿的在你面前卑躬屈膝，还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呢。想不明白也没关系。其实，不只是叶无道，哪怕是萧云天，甚至是……喂，到时候我会去盛世皇城。你要去盛世皇城？我这边也收到消息，龙殿店主亲自下令，要想参加7日之后的升龙大典，就必须要拿一套盛世皇城去交换拜龙帖，而持帖之人就有机会和他单独面谈。楚风，3天之后盛世皇城会召开竞拍会，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可是，盛世皇城大厦楼王，每一套都是10亿起步。苏星城说的没错，他们苏氏集团赌上所有身家都去跟一试。可是你的纵横集团必须放弃。我有你给我的万能钥匙。3日之后我们竞拍会见。你真的相信这普普通通一个钥匙，我随手给了你，他就能够拿下盛世皇城？信，我当然信。你是我苏清雪的未婚夫，更是我承包的男人。你说的话，我不仅全信，还照单全收，一字不落。苏清雪，我楚风定会许你无双尊荣。楚风，这盛世皇城不愧是大厦楼王，真是气派。你若喜欢，就整个盛世皇城都送给你，任你处置。哈哈哈哈！倾城，你刚才听到没有？这个楚风竟然还在大言不惭，说要把整个盛世皇城都送给你这个妹妹。我可没有这种妹妹。龙应天，你竟然还能从医院出来？要不是升龙大典重启，经不得半点风浪。我父亲为了整个南省大局，要我安分守己。就你跟这个废物，我早就找人把你们俩给修理了。这龙凌云交的一手好儿子呀，他要是能天天盯着你，让你安分守己，这南省的噪音应该能少一大半。姐，这龙应天卑鄙无耻，我去天海商会，他竟然想对我不轨。要不是楚风救我，他就得逞了。你竟然还和他在一起，笑话！明明是你跟楚风这个卑鄙小人跟我玩仙人跳，你们俩想蓄意的诬陷我。我看在你是苏倾城妹妹、苏家人的份上，才对你网开一面的。龙少已经跟我说过了，是你和楚风联合起来陷害龙少。果然，跟楚风这种人在一起，你只会变得肮脏下贱。到底是谁肮脏下贱？龙凌云要把我们抓到龙家，置苏家于死地，这些事儿你全都忘了？你们两个贱人，陷害龙少，惹到龙会长震怒，差点把我们害死。就是你们这一对奸夫淫妇勾结在一起，陷害龙少，人家龙家家主大人也是情有可原。苏院长，我们已经离婚了，可是看在清雪还是苏家人，并且我们曾有婚约的份上，
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我走。王应天，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杀你虽然会脏了我的手，但不代表着我不会再动手。秦城，你听到了没有？楚风自己也承认了，就是他对我动的手。之前龙少说的我还抱有一丝怀疑，没想到你还真打了龙少。我打他怎么了？是他该打的。别说是这小子，就算是他爸，四海商会的会长龙凌云来了，我要教训他，他也得受着。楚风，明明是人家龙家家主放你一马，你不心存感激，居然还变本加厉你。就是。龙凌云放我一马，你自己去好好打听打听。我要给他这个机会。楚风啊楚风，你明明知道我父亲是心怀慈悲之人，那日震怒，连累苏家，心怀愧疚，所以就闭门在家，不问世事。你故意抓住了这个话题，今天说出来是不是？龙凌云闭门不出，不问世事，那好得很啊。你怎么就不跟你父亲好好学学，乖乖的待在家里，还出来丢人现眼？丢人现眼的人是你吧？即便是南方大鳄叶无道，也需要靠在我父亲面前卑躬屈膝，才能够保住你一条小命。龙应天，你脑子进水了吧？明明是楚风和叶无道拿下了龙凌云，你竟然说叶无道卑躬屈膝。我父亲心怀大爱，对同样是南省枭雄的叶无道惺惺相惜。他看叶无道只身一人前来，不忍动手，才配合你们演的这一出戏而已。你可真能颠倒黑白。好，那总有理由吧？你倒是说说看，理由是什么？理由？我父亲同样爱子心切，所以他能够理解叶无道作为父亲的心情。而楚风就是叶无道那个不争气的私生子。什么？楚风居然是叶无道的私生子？我是叶无道的私生子？不然呢？叶无道堂堂南省地下王者，竟然会五四三番，为了这么一个底层的垃圾屈剑折辱，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得罪南部的权贵。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我看你爸不应该待在家里，他应该赶紧跑出来，带你去医院看看精神科，检查着你脑子里到底有多少草包。算了，龙少，跟这种只会动粗的人无需多言。哎，对了，你得赶紧听听这蔚蓝媳妇儿的话，少说点屁话。楚风，我不知道你和叶无道什么关系，但是这个盛世皇城都不是你和苏清雪该来的地方。盛世皇城什么时候变成了我和清雪不该来的地方？对，有叶无道的支持，你们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龙殿店主说了，持升龙帖者必须拥有买下盛世皇城的能力。这其中的深意，你应该明白。这次机会对于你来说毫无深意。哎呦，那我还真不明白。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龙殿店主他老人家到底有何深意？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水平不同，眼界不同，思维方式更是大相径庭。以你的层次，你不明白倒很正常。龙殿店主这次就是要选出像我这样的人。哦，按你的意思就是说，龙殿店主策划周全，大费周章的召开升龙典，就是为了你这种人。你听不明白也很正常，毕竟眼界这种东西是世家和权贵与生俱来的。像楚风你这种底层的草根，你局里我都遥不可及，更无法想象龙殿店主的高度。当然了，也无法理解龙殿店主的思维。那我还真想请教一下，你口中的龙殿店主，在你脑里那位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到底是怎么想？哎，苏总，像楚风这种底层人，他听不懂的，您就大发慈心告诉他吧。龙殿店主乃至大夏国的至高无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深意的。此次提出条件，这升龙帖就是一项考验，通过这次考验才是第一关。第一关？没错，龙殿店主日理万机，想要见他以平步青云之人，凡若星辰，
他怎么可能真的一意相见？所以说，能买下盛世皇城只是基础门槛。是，龙殿店主就是要在我们这群人中选出未来大夏的精英人物，执掌大夏。龙殿店主既然有如此深意，也就是说，如若我们参加这次升龙大会得以见上一面，岂不是成为全大夏的上流家族？怪不得我父亲为了这次升龙大典，闭门在家，还要我安分守己，原来是为了这次升龙大典铺路啊！龙会长这次为了龙少，的确一片苦心。龙少，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楚风，我劝你呀，还是不要参加了，以免白费心机。我参加就是白费心机，这小子参加就是千载难逢。苏云成，看来这龙殿店主的心思已经被你看得透透的。这我可不。这龙殿店主是何等人？他的心思智谋难以揣度，常人隔岸观火，难以亲身体会。他的所得所思，千不存于，只是皮毛而已。若我有幸见他一面，得他指教，那可真是三生有幸。心思智谋难以揣度，所得所思，千存不一。若得指教，三生有幸。苏京城啊，苏京城，我现在是越来越期待，你还有什么狗屁词儿没有说出来？继续。这次竞拍看似开放，但这盛世皇城必须得是有实力的人才能参加的，要么是权倾一地的巨擘，要么是世家豪门子弟，要么就是白手起家的枭雄，无一不是人中龙凤，放在这大夏也是屈指可数。所以你们这种人中龙凤就有资格参加，而我就算参加了也毫无价值。龙殿店主为何要与持铁之人当面会谈？这是对与会之人智力、才学、眼光、家世的考察。就拿我苏星辰为例吧，上京苏家之后，我白手起家，带领苏氏集团从头做起，到市值10亿，位于天海第一女总裁，我才是龙殿店主要找的人。你的意思就是说，龙殿店主想要找的是你们龙少这个人，而我和清雪，就算是费劲巴拉的买下了盛世皇城，拿到了升龙，龙殿店主见到我，也只会大失所望，嗤之以鼻。楚风，你跟苏清雪两个人倒是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忠言逆耳，人之间的差别与生俱来。你和苏清雪，与我和龙少，简直就是龙蛇之别。叶无道是白手起家的枭雄，就算你是叶无道的私生子，家传不够，后天不足，想要改变，但也为时已晚。你所谓的这种智力、才学、眼光、家世的天壤之别，于你们是与生俱来，但对于我，那就是应该安分守己，不能高攀的喽。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些话，但是这就是事实，也是现实，是龙殿店主的真实意图。苏京城，你真是太高估你自己了。在我眼里，你们狗屁不是。是我在高看你了，你我之间天差地别。唉，算了，你果真听不懂。京城，对于楚风这种从小混迹于底层的渣子来说，你讲的这些话题太过于高深，他自然是听不懂的。这一点你说对了。你们这种狗屁不通、荒唐至极的逻辑，还真是为难我。苏京城，你翻来覆去说了这一大堆，无非就是口口不离权力、家世、身份和地位。你们这种势利小人，要是让你们登上大夏的顶流，那才是大夏国的大不幸。星城说的有什么错？他不讲这些讲什么？难道是讲你那些底层的柴米油盐，或者是搬砖干苦力的那些小事儿吗？啊，柴米油盐有什么错？要真论起权力、家世、身份、地位，你们微不足道，在我面前根本无立锥之地。龙殿店主之所以可以登基称王，凭的是他一人足以镇国，凭的是他力压外邦88国，
凭的是万千将士替你们负重前行，才不是凭的什么狗屁权力、家世、身份、地位。哼，笑话，你就是一个屌丝，你哪里懂什么龙殿店主啊？啊？我不知道，难道你懂？我自然是无法揣度，但是就你更加无法了解龙殿店主的意思。哼，泱泱大夏，还真只有我。你这废物破坏升龙大典，多亏龙少来救你这条狗命，现在还这里不知悔改，还在这里胡说八道。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孙云成，我奉劝你一句，你如果抱着结交龙殿店主、跻身大夏统图的心思，那你最好赶紧回家。至于你，不仅要回家，还要闭门思过，好好学学你爸，否则龙殿店主登基之日，就是你命丧之时。你们几人如果不参加此次拍卖会，请迅速离开。算了，龙少，既然楚风好言难劝，就随他去。此次拍卖事关龙殿，所有人严查。你们要是想进去，需要验资，最少10亿现金。10亿现金？我们苏氏集团就市值10亿，怎么可能一口气拿得出10亿现金呀？龙少，这次盛世集团的竞拍，我们苏家还需要你的鼎力相助。没问题，倾城。论钱，在天海，我们天海商会还从来没有输过。这张卡是我们天海商会最顶级的紫金卡。喏，放我们进去。你可以进去了。听雪，我给你那张至尊金龙卡你带了吗？当然带了，但是这不是钥匙吗？行，让他们看看。哈哈哈，苏清雪，你就拿着这么一张没有词条的卡片，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张钥匙房卡来验资啊？他楚风没见过世面也就算了，你堂堂纵横集团的总裁也跟着他一起发疯啊？啊？这小苏总吧，实在是阅历浅薄，这么容易就上当受骗了。唉，与他们多说无益。等等，我说只有你可以进去，他们几个留下。我是天海商会的人，他们都是跟我一起来的。我管你什么天海商会，镇守有力，若无资格不许进入。这是先生小姐，请收好，请进。不，我亲自带你们进去。等等，我的这张卡是天海商会最顶级的紫金卡，里面至少有20个亿，我们2个人进去是可以的吧？你搞错了吧？是一张超过10亿，只能进1个人，除了你，他们几个人没有资格。我父亲可是认识你们南省镇守萧云天。废什么话？进不进？不进，滚蛋！龙少，能不能先借我10亿？等我买下盛世皇城之后，我一定10倍还你。这苏清城要是拿到这10个亿跑了怎么办？毕竟他还没有答应嫁给我。清城，我是愿意鼎力相助的，只是这张卡隶属于我们天海商会，我单日转账不能超过2个亿。那正好，我向银行抵押了苏氏集团，已经凑到了8个亿的现金。龙少转给我2个亿，等拍卖会之后，我立刻还你。我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再磨蹭了，那张卡里正好就10个亿，他要是给了你，自己就得待在外面。什么？就10个亿？这怎么可能？龙少刚刚明明说那张卡里有20亿现金呢。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是在怀疑我们镇守府有黑幕？等等，他们2个人刚才就拿了那张破卡，为什么2个人都能进去啊？这个小姐带来的卡不是他们能进，只要他们能同意，把你们送到带进去也毫无问题。楚风，这张卡区区身外之物而已，不足挂齿。等等，这么好的戏，怎么能不看呢？喂，龙少，会长知道你参与拍卖大会内部合作，决定彻底封杀你手上的紫金卡。第一步降到10亿，10分钟后，此卡将正式收费。喂，龙少，
看来你也自身难保呀。苏清雪，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说。苏小姐，感谢你的夸奖，就是因为我不会说话，所以才喜欢多说一点。龙少，这可怎么办？我们家倾城是被龙殿店主赏识之人，你可千万不能把倾城留在外面呐！龙少，这次竞拍大会非同一般，如果你帮助我们苏家，我苏倾城愿意与你成婚。好，我这就给我父亲打电话。倾城，我父亲一时半会儿还联系不上，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那张卡可不等人啊，龙少。那也就是说，我们苏家跟龙殿店主失之交臂了。这张卡我可以用吗？那当然，这卡本来就属于你。我可以考虑动用此卡，把你们所有人都带进去。清雪，你真的顾念亲情，愿意为你姐姐动用此卡？苏总，你听到了吗？二小姐说愿意用这张卡带您进去。我与苏家毫无瓜葛，楚风更是跟苏家恩断义绝。那你做这一切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龙应天的嚣张跋扈，也看不上你的拜高踩低。最重要的是，我给你还有龙应天体面。那我还要感谢你以德报怨啊！不必了。你说你与楚风是龙蛇之别，龙不与蛇居，虎不与犬行，是龙是蛇，是虎是犬。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你口口声声的层次、眼界、地位，但是现在你连这大门也进不去。好心好意放你们进去的我，你又作何评价？你这是在侮辱我！侮辱？那可谈不上。我只不过趁着有一个机会，教训教训你们。苏清雪，你一个苏家的弃女，竟敢在我的面前狂妄自大、肆意妄为！我要是你，现在可不敢得罪我。笑话！你一个区纵横集团的总裁，我天海商会随便捏死的一只小蚂蚁，连楚风都要仰仗叶无道，而你则要仰仗楚风。你们俩哪来的底气，在我的面前飞扬跋扈？3、2、1，楼上10分钟到了。大开眼界。常规操作。苏清雪，你故意推延时间，好让龙少的这张卡作废。猜的没错。苏总，这苏清雪绝对是早有预谋。对了，苏清雪，你也想得太简单了。我龙应天堂堂天海商会的继承人，你以为区的10亿就能让我卑躬屈膝吗？龙少，我不怀疑你，可是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龙会长又亲自下令封了你的资金，这么短的时间里，放眼整个天海乃至南省，恐怕没有人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借给你10个亿现金。疯了，真是疯了！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苏家对你可不薄。我与苏家恩怨两清，念在往日的交情上，我可以不和你们计较。但是这个男人是我苏清雪的未婚夫，麻烦以后你们见到他多加注意，不要招惹了他。苏清雪，你变得如此的，楚风都是你叫他的。商场本来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苏总啊，你连这么一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哪来的自信是敢号称苏氏集团是建立在你的努力之上？又怎么能确定龙殿店主就一定会青睐你这么个徒有虚表的女总裁？苏清雪，你真的好手段！这个门我可以让你们进，但是你们记住了，今天你们进得去，靠的是楚风，不是我，更不是你嘴里所谓的权势、身份、地位。他们几个要是愿意进，就让他们进好了。小姐放心，你的命令我一定照办。楚风，我们走。小人得志，猖狂！倾城，我们俩先忍一时之辱，等拍下了盛世皇城，我们一起面见龙殿店主。到时候你成为龙殿的座上宾，我一定让这2个贱人100倍偿还。苏清雪这个贱人，楚风这个废物，那是我
我们苏家赶出去的垃圾。是啊，苏总，都知道那苏清雪和楚风不过是狗仗人势，他到底有几斤几两，我们心里都清楚。哼，这个苏清雪是在故意激我一定要亲自见龙店店主，让他们明白，我们苏氏集团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有人暗中相助，只是因为我苏清城。你今天是让我刮目相看。是秀外慧中，还是满腹经纶？都有。满意吗？现在我敢说不满意。当然可以。你要是不满意，我就赶到你满意为止。楚风，我姐姐放弃你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会尽力做好，成为你最好的选择。那我就拭目以待。好好期待。今日竞拍会可来了不少新面孔，不限于南省一域。我跟你好好介绍一下，他是大夏国第一国手，号称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吴老虎吴神医。这位呢是大夏第一股市操盘手，一言一行都能够直接影响到全国的金融动荡，他就是股神乔布什。那位则是大夏北境第一总督，号称龙殿诸军之外军中第一人的刘傲天刘总督。首席之上都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次席呢就是南省的权贵，你都见过。没想到这些人你都熟知啊。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我不像我姐姐，她的背后有你，有上京苏家的招牌，而我自小就无父无母。如果我不认清谁需要结交，谁不能得罪，早就活不下去了。更何况是创立纵横集团。清雪，你若信我，我许诺你举世无双，天下皆知。我深信不疑，我苏清雪不需要你权倾天下。如果你想要在苏家和龙家面前证明自己，我一定全力支持，和你共进退。苏家和龙家，我何须要跟他们证明自己？我知道，走吧，去那坐。啊？为什么要去最后一排？四海集团的叶总裁叶无道是南省地下王者，但就算他来到了现场，也不能和这些大人物们坐在一起，只能去次席。更何况你我呢？走。所以就算是我们进来了，也只能屈尊作为席。盛世皇城的价格对于叶无道来说的确是9牛1毛，可这次盛世皇城最大的价值还在于升龙帖以及面见龙殿殿主的机会。我相信他已经竭尽全力了。至于这个座位，还真的就是身份、权势、地位，他也无能为力。你我已经脱离了苏家，能做尾席已是不错的。区一个拍卖会的座位，贫贵贱分尊卑，可笑之极。清雪，你这是？我知道你和叶无道关系匪浅，但是毕竟也是外人，我们总是借用他的权势，日后早晚还会落下话柄。我不希望你那样。这次盛世皇城，我要替你争。好吧，都听你的。楚风，不用担心，等拿到了升龙帖，见到了龙殿殿主，日后这种场合自然是会有你一席之地的。此次我能和你在一起，已是甘之如饴。我们总算赶来了，还不算太迟啊。楚风和苏晴雪这一对白眼狼，得志嚣张。早知是这样的话，3年前我就应该把他们逐出苏家。夫人不用动气，你看，他们不也只能坐最后一排？叶无道虽然是南省地下王者，亿万集团总裁，但不过就是个白手起家的枭雄。如果他来，还能有个位置。但这个楚风和苏清雪，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苏家家世，就只能坐最后一排。那我们苏家呢？伯母，
我父亲虽然没有前来，但是以我天海商会龙家的家世，南省权贵必定会为我们预留出几个席位来的。喏，应该就是那儿。我还以为他们多有能耐，原来也只是坐在末席而已。管他楚风和苏清雪嘴巴上再硬，也不过只是虚张声势罢了。身份和地位天生就注定了，任谁也改变不了。哼！这一次我一定要拿下一套盛世皇城，夺下神龙铁。但是我们和龙少钱都不够，该怎么办？龙少，如果你帮我拿下这套盛世皇城，等我见完龙殿殿主，就一定履行诺言嫁给你。这样，这一次我以天海商会的信誉做保，全力助你拍下盛世皇城。只是事成之后，你可不要食言呢。一言为定，我苏倾城绝不食言。盛世皇城拍卖会正式开始，本次拍卖名额10个，每套起拍10亿。盛世皇城价值1000亿，一套10亿，按理说有100套，怎么只有10个名额？经常，你有所不知，盛世皇城贵不可言，10亿只是最便宜的一套。若不是龙殿殿主在南省放开拍卖，南省权贵也难得一套。我刘傲天，大夏北境第1总督，代表大夏北境出价20亿。20亿，不是10亿吗？整整翻了1倍。10亿只是楼面价格。这刘傲天号称大夏龙殿诸军之外军中第1人，但实际上他的地位还远不如龙殿中的一个小校，所以他想与龙殿殿主单独会面，将北禁军也归入龙殿麾下，自然出手大方。我吴龙虎，大夏第1国手神医，代表信陵行会出价40亿。什么？40亿？吴龙虎虽然是大夏国的第1国手，但于医术一道已经困守10年，毫无精进。他知道龙殿殿主医术无双，想借这个机会向他讨教，这都在情理之中，预料之内。我更期待的是预料之外。楚风，你结识叶无道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大人物的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龙殿殿主，这些事情我当然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不是龙殿殿主，不过在我心里啊，你远胜龙殿殿主。幸亏我早有准备。我看你成竹在胸，信心满满的，可是纵横集团的史学院就1个亿，难不成还有后手？上京苏家毕竟也是100年大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年我父亲把苏家的传家宝夜明珠留给了我母亲，我母亲临终的时候又把夜明珠给了我，最少也能价值15亿。我本来想着应该足够，现在来看，胜负难说。所以这就是你的底牌，这会不会太不值得了？值，当然值了。苏倾城对你不好，但是我苏清雪愿意10倍、100倍的补偿你。楚风，我想告诉你，我苏清雪就是你的底牌。清雪，你有我就够了。你需要记住的是，我就是你的底牌。南省赵家家主赵飞出价25亿，南省吴家家主吴勇出价25个亿，天海何家家主何足道出价20亿，天海刘家出价19亿，天海钱家出价17亿，在场还有出价更高的吗？没有，以上7套全部成交。苏总，现在只剩下3套了，怎么办？倾城，可以了，我代表天海商会资助你8亿。苏氏集团苏倾城出价16亿。南省毕竟是偏远之地，现在叶无道还有龙鳞云都没来，这些南省的权贵出价也差不多就这样，可以出价了，15个亿应该可以拿下。纵横集团苏清雪出价15亿，若无人加价，成交。倾城，恭喜！不负龙少所望。楚风，这个就是我们的盛世皇城。回头让人把苏氏夜明珠收好，等升龙大典，他与我一
这个乔布什富可敌国，怎么不见他出价呢？乔布什是大夏股市的第一操盘手，但3年前他操盘失败，差点家破人亡。幸得龙店店主出手相助，帮他渡过难关。我猜他此次来纯属报恩，就是想求见龙店店主。我大夏第一金融操盘手乔布什代表大夏金融同行出价100亿。我扶桑黑龙会山口百合出价200亿。此次拍卖会只面向我大夏境内，外邦不得参与。那你怎么能觉得我不是大夏邀请人？胡说八道！以扶桑国3年前加入88国联军入侵我大夏，是龙殿店主率诸军镇压，我北境军也参与其中。升龙大典，堂堂大夏国盛世，怎可能邀请你扶桑国为赞？3年前那一战，龙殿店主身受重伤，一直苟延残喘，大夏国的势力已然出现危机。与我扶桑国传授又有什么不可？一派胡言！我大夏龙殿店主于医术之内天纵奇才，杏林之内盖世无双，连我都甘拜下风，再重的伤都可自愈。那你又是如何解释3年前的那一场大战，龙殿店主销声匿迹，升龙大典在大战之后足足推迟了3年？我知道诸位可能不信，但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越来越有意思。奥山虎居然让这日本女人拿着神龙令来招摇天下，看来他已经到天海市。楚风，你说什么？啊，没什么。他的话让我不感意外。的确，龙殿店主怎么可能身受重伤？难不成这店主之位还要换人？放心，店主一样。哎，你是怎么知道的？叶无道，一定是他告诉你的。神龙令，鬼子手里怎么能有神龙令？神龙令怎么可能？这是只有龙殿店主的力量，代代相传，代表龙殿至高无上权力的神龙令。没错，这就是你们龙殿店主代代相传，代表着龙殿店主至高无上权力的神龙令。所以，我扶桑国山口百合是否有资格参加此次的拍卖会？天海商会何在？天海商会在。你就是天海商会龙凌云的儿子？没错，在下就是天海商会的继承人龙应天。天海商会会长龙凌云与我等合作亲密，龙会长更是曾经特意去上京求取丹药。难道是我父亲认识的龙殿大人物？那位龙殿大人物远超你的想象，你的父亲在他的麾下才能使龙家在天海市苦战鳌头。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在下愿意。龙嫂，天海商会作为天海市第一财团，完全可以取代其他的权贵。你觉得我是否有资格？龙嫂，若我能拍下盛世皇城，你就是我等在南海市的权贵代表。你觉得我是否有资格？当然有资格。我龙应天代表南省权贵，承认山口小姐的购买资质。那龙应天就是个跳梁小丑，他说的话毫无用处，一文不值。怎么又是你？龙应天，我本以为你要么坏要么蠢，没想到你他妈又坏又蠢，竟然敢当外邦的走狗！天海商会从此除名。笑话，我代表南省权贵在这里讲话，哪里轮得到你一个苏家弃婿、底层民工、狗仗人势的垃圾在这里对您作废？你代表南省，你凭什么？你现在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卖祖宗，里通外国，摇尾乞怜的说三道四，我站出来骂你，又有何不可？诸位，大家都听到了吧？就是这个楚风，之前在升龙大典上，他辱骂我南省权贵，扬言要取消大典，导致龙殿店主震怒。今日我代表南省权贵，遵守龙殿大人物的指令，他又出面干扰，此人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罪不容诛？我看你龙应天是其罪当诛。楚风，你够了，赶紧回到你该待的地方去。
在座权贵可以容忍你1次，但绝不会容忍你第2次。是啊，一个区苏家气序能够参会与大夏权贵同在现场，就应该感恩戴德。今天能参加大会的，哪个不是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楚风，既然你今天有幸站在，就管好你的嘴。楚风，你听到了吗？你一个连盛世皇城拍卖会都只会坐在尾座的人，还在这儿出言不逊，简直是在自取其辱，贻笑大方啊！哈，尾座又如何？哪怕是次席，甚至是首席，我楚风也没放在眼里。还在找大言不惭是吧？你今天不只得罪了我，更加得罪了位列首席的大夏权贵。今天你便是你的死期，没有任何人能够救得了你。龙嫂，这不是哪位大人物？哼，大人物？他哪是什么大人物啊？他是一个连拍卖会都只配坐在尾座的小人物而已。还是你们大夏宽容，这种底层的小人，居然能够在此列席，还能出现在这里。戳儿小邦也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我楚风要想做，普天之下无可不做。混蛋！哪怕是神皇陛下在这，也不敢如此说话。楚风啊，楚风，你别在这儿贻笑大方了好吗？我知道你不就是跟叶无道关系微妙吗？不过你的辈分卑微，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今日山口小姐手持龙殿的神龙令，还有我们集团的鼎力支持，拿到这套房子是势在必得。200亿，在场还有人能出得更高价吗？龙应天，我原本念着龙凌云迷途知返的份上，想给你们龙家一次生机，没想到你一再自误，自绝生路。楚风，今天我代替我父亲在这儿，获得了龙殿大人物的鼎力支持，我的前途不可限量。而你，等到我事成之日，便是你的死期，你会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龙应天，别忘了，你现在还不是大夏权贵，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啊！就你这种身份的人，无法跟我相提并论。打你出生之日起，你没有的，我便全部拥有了；而我没有的，你永远无法获得。今日若没有人能够出得更高的价格，这最后一套的盛世皇庭便属于山口小姐。我看谁敢！楚风，你拿这么一张破卡干什么？别说是这张卡了，就算是今天叶无道亲临现场，也只能位列次席，更别说这只是一张破卡。慢着，这张卡是楚先生的。没错，是我。楚风，今天这场拍卖会已经结束了，就算叶无道给你再多的钱，你也已经离场。且慢，楚先生，你有什么要求？盛世皇城的最后一套。等等。我乔布什愿意出价300亿，仅代表自己买下的最后一座盛世皇城。五路虎也代表自己出价400亿。我刘傲天代表自己出价500亿。苏总，这大夏国第一操盘手、大夏第一神医和大夏第一总督竟然同时争抢同一套房，这怎么可能？楚风，你看到没？你今天不仅得罪了南省权贵，就连大夏国的顶级大人都忍不住要给你一点教训。叶无道的人气，在这些顶级大人物的面前，也不过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你怎么就断定这张卡是叶无道的？怎么还能是你的？那就是我的。你们这群人是在挑战神龙令吗？诸位，今天这最后一套，给我龙应天一个面子，大家先暂且不要。事后我天海商会一定双手奉上。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给你面子，赔你个屁！你们可要考虑清楚，为了一套盛世皇城，居然要得罪龙殿的大人物。鼠目寸光，不识真龙。神龙令的权威高低，只取决于龙殿殿主一人。我等3人乃大夏顶层，你一个区莫喜，也敢在我等面前猖狂？区南省天海商会，在我眼里如同蝼蚁，滚！这最后一套盛世皇城，你我争抢已然无益，不如正此意。我等3人愿共同出资1500亿，买下这最后一套盛世皇城。这
1500亿那是多少钱呢？这3个人明明可以用300亿买下，为什么要花1500亿啊？没什么，你们谈。1500亿，你们知道1500亿是多少钱吗？对你们来说难以想象，对于我等，司空见惯。疯了，你们都疯了！不惜花1500亿得罪龙殿的大人物，疯子！你们都是一群疯子！鬼子，1500亿，敢跟吗？罗桑说的对，你们这群大夏人都是疯子！1500亿，我们扶桑国补上这个当。那好，这最后一套盛世皇城，我等3人便送给这位楚风，楚先生。楚先生，这份礼物可还满意？好意心领，不过你们送错人了。送错人？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楚风，你害怕了是吧？1500亿，他们送错了人，你承担不起啊。不过他们真要是送给你，你敢收吗？我不敢收。龙应天，你配不上这盛世皇城，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实力和担当，而我不收，只不过是因为我义不在此。没错，你们送错人了。刚刚我已再三核实，楚先生手里拿的就是至尊金龙卡。至尊金龙卡是什么？苏总，你知道吗？至尊金龙卡，整个大夏国仅有1张，而至尊金龙卡的持有人就是整个盛世皇城大夏的真正主人，楚先生就是盛世皇城的主人。您曾经说过要将整个盛世皇城送给苏总，对，他没有骗过我。楚先生，这最后一套盛世皇城，您看如何处理？清雪，来。我现在宣布，整个盛世皇城都要属于我的未婚妻苏清雪。整个盛世皇城都要属于我的未婚妻苏清雪。不是一套，而是整个盛世皇城。天哪，我们苏家到底做错了什么？楚风以前可是我的女婿。这2个人在拍卖会只配坐在尾席的人，你们说他是盛世皇城的主人？你们这些人脑子都有病！楚风，你不要以为你骗得了其他的人，你骗得了我，你骗不了我！放肆！楚先生所言一字一句全然不虚，次席、首席、末席都配不上楚先生的身份。来人呐，上高座！演员，这些人都是演员。楚风，你行了你找了这么多的演员，是业务道，一定是业务道，业务道在帮你，对不对？住嘴！父亲，爹。爹，你不知道，这里的这些人都疯了，是业务道，是他，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他联手楚风，精心设计，想要陷害咱们天海商会。这个畜生！我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竟然给我偷偷的跑出来，还在这里给我龙家招了事端！岳无道，龙云云，拜见楚先生。连龙会长都对楚风屈膝下跪，这是怎么回事？楚风，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爹，我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要打我？畜生！你招惹了楚先生，就是把你杀了，都不足以弥补你身上的罪孽。这是圣皇城，我不要了。站住！大夏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萧镇守，萧镇守亲自来了，连萧镇守也来向楚风俯首称臣。多亏你们镇压了楚风，不然的话我们就……萧云天，你以为你留得住我扶桑国黑龙会会长吗？黑龙会会长是吗？萧云天参见主上，起来吧。叫你主上。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记住，我许你一世权贵。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代表龙殿大人物来的。我倒要看看是哪个龙殿的大人。参见主上，主上威震八方，功盖万世。林山，主先生，你们都是疯子，都是疯子！萧云天、叶无道，还有我这个父亲，都是疯子，都是疯子！混账！楚先生，此子罪该万死。凤云，逆龙殿那边如何了？回禀主上，龙凌云已经替我们探明，逆龙殿余孽傲山虎是同山口百合一起进入的南神。如今南神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只待他们现身。很好，那4日之后的升龙大典照常举行，我想看看他们能翻出多大的浪来。至于这龙应天，龙凌云，我念你是诚心悔过，并且这次有功，就放了，饶他。你们龙家以后在这南水河安分守己。是，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到底是什么人？这还不够明显吗？楚风，我要你亲口告诉我。放肆！请你明白，你早就跟主上已经离婚了。如今龙殿殿主的名讳可不是你来称，否则杀无赦。那我还可以叫你的名字吗？当然可以，随便叫。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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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风。见，哎，龙峰，今天你的小命就得给我留在这儿。逆龙殿余孽，你们终于现身了。傲山虎人呢？龙殿叛将傲山虎何在？让他滚出来见我，饶你们不死！大夏国自古汉奸，逆龙殿就是这种人，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呢？今日大夏国龙殿殿主生死国灭，要让我生死国灭？哈哈哈！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们4个？就凭我，西国第一战神，88国武力排行榜第1，鲍冰。原来是你！88国战力排行榜第2，川岛幽冥。哼，小子！东国武力值第1，88国战神第3，朴百战。软棒子！还有我，罗刹国第1战将拉切，88国武力排行榜第4。啥也不是。楚风，3年前你屠杀我88国武道宗师1000人，一人阻挡100万大军。那时的我刚刚迈入大宗师之境，现在我们境界大成，今日必死。88国战力排行榜前4齐聚，天下无双。就算是扶桑国神皇在世，也断然无声，更何况你身受重伤。我身受重伤？楚风，你别装了！你要是没有受伤，堂堂的夏国龙殿殿主怎么会躲在天海市3年呢？那都是因为你们的领袖傲山虎太怂太狡猾。我蛰伏3年，就是为了等你们这些阴沟里的老鼠给我钻出来。诸国战力榜88国合为1榜，而我大夏单另1榜，你们可知为何？那是因为在我大夏，普通的大宗师都根本不配入榜，而你们4位则是连20名都挤不进去的废物。龙殿殿主值得敬佩，那就用你的血来祭奠我扶桑国力，杀了他，88国就可以重新进攻大夏。这是什么境界？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传令88国，他们的顶尖战力已灭，限10日之内献上国玺谢罪，否则国灭。
府。